12岁的美少女第一次见皇帝，竟当众吐槽皇帝小气，不仅嫌弃宫宴上的水果是烂的，更是大骂御膳房还不如肯德基。然而美少女的爹娘却是见怪不怪，只因女儿从出生起就爱在心里碎碎念，还时不时爆出来一些惊天大瓜。好在只有自家人能听到，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随着美少女那一嗓子尖叫，皇帝皇后都疑惑地看向了四周，一些大臣和女眷们也纷纷到处张望，看这架势，大殿上至少有一半人能听见自家闺女的心声啊。而此时宋瑶瑶却根本没发现不对劲，还在跟吃瓜系统嘀嘀咕咕。呱呱，这个荔枝怎么一股怪味？宿主有的吃就不错了，你还当有飞机给你空运呢？上午摘下来，下午就能吃到嘴里。众人都听傻了，这飞机是什么机，竟能做到如此神迹？皇帝更是居高临下的扫视着所有人，刚刚明明没看到有人开口，那声音是哪里来的？很快不少人都反应过来了，他们应该是听到了别人的心声，还是个年纪不大的女孩。就在这时，那道声音又响了起来，不是说宫宴上有歌舞吗？这都开宴好一会儿了，怎么还让咱们这么干坐着啊？皇帝顿时尴尬地咳嗽2声，他只顾着寻找心声的来源了，把宣布宴会开始的事给忘了。宴会正式开始。一群身着异域服饰、身姿曼妙的舞姬在悠长的笛音中舞动了起来。宋瑶瑶立刻睁大了眼睛，哇，这小妖扭的，我要是个男人，我的魂儿也要被勾走了，真想搂一把试试，嘿嘿嘿。宿主，你矜持点，不要笑得这么猥琐好不好？知道啦，知道啦，又没人听见。问题是很多人都听见了，用最软糯的声音说着最劲爆的话，以至于众人都忍不住咳出了声。他们怎么了？难道这茶水有问题？宿主不要装模作样，这茶水没问题，这些人估计也是看到这些舞姬，所以想入非非了吧？我就说嘛，这些舞姬都这么有料，你看那个黑脸大叔眼都直了，还有那个老伯胡子都白了，还激动的手发抖呢。被宋瑶瑶点到的大将军和丞相顿时在心里发出了土拨鼠尖叫。小小年纪，话不能乱说，我们才没被舞姬勾引住。一旁的宋侍郎夫妇简直要抓狂了。虽然这死丫头平时在家也不着调，可没想到今天格外放飞自我，啥都往外吐，这要是惹怒皇帝，可如何是好？没多久，一曲结束。各位爱卿中秋佳节团圆之际，我们所有人都依次说2句祝福语，大家觉得怎么样？闻言，众人都是眼睛一亮。好主意啊，这下就能找出新生的主人了。宋瑶瑶已经想好了自己的祝福语，自信满满的迈着小短腿走到殿中央，行了礼后一抬头，心中却立刻尖叫了起来。呱呱，这皇上长得也太帅了吧，就算年龄大了些，也是个翩翩帅大叔。还有这皇后娘娘也太漂亮了吧，这就是书上说的艳若桃李吧？哎呀，呱呱，皇后娘娘冲我笑了，我觉得我好幸福。这就是太后娘娘吗？看起来真的不像哦，我觉得她慈眉善目，更像是寺里的菩萨呢。太后愣了一下，随后便笑得更加慈祥了。宿主，你不要犯花痴了，人家都等着你说祝福语呢。哦，知道了，还不是阿娘，不准我四处乱看。再加上我刚光顾着找吃的，都没看清皇上他们长什么样子，现在当然要看个够本。侍郎府次女宋瑶瑶，公主陛下佳节如意愿，在座各位人月两团圆。皇帝忍着笑开口，是第一次入宫吗？朕怎么从来没见过你？臣女家里管得严，以前爹娘不让出门，这孩子阿家甚是喜欢。下来又换了一批表演。宿主危险，这个舞姬是个刺客。听到这道心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那名舞姬身上。我的老天奶，怎么参加个宫宴还能遇上刺杀？他都穿那么少了，还咋刺杀呀？靠个子高压死人吗？那人是男扮女装的，他的武器是一把软剑，就缠在腰部，他的袖口里还藏了剧毒。这可怎么办？我要怎么提醒皇上？直说的话会不会被当成同伙？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哎呀，怎么关键时刻我这脑袋怎么就跟呱呱一样了？你想办法就想办法，干嘛骂我？此时的大殿中央，舞姬挥动着长袖，已经开始翩翩起舞了。众人还不能肯定宋瑶瑶的心声是真是假，但皇上周围已经多了不少武功高强的护卫。怎么办？怎么办？下一秒，舞姬忽然抽出软剑冲向了皇上，所有人都尖叫了起来。此时宋瑶瑶已经仗着自己个子小钻进了桌子底下，主打的就是一个一线吃瓜藏好。我还没想出办法来呢，他们怎么就打起来了？哇哇哇！
那个护卫用的是断子绝孙腿吗？也太帅了吧！舵主，你不要给人家的武功瞎起名字好不好？好好的招式从你嘴里出来，怎么就那么猥琐呢？哎，你的屁股还在桌子外面呢，赶紧藏好，免得被误伤。下一秒，宋瑶瑶就被宋侍郎提溜出了桌子底下。刚刚宋家人躲远以后，转头才发现少了自家小闺女，随后回去就看到了桌子底下撅着屁股的宋瑶瑶。转眼，他们两人就到了相对安全的地方。已经是12岁的大姑娘了，光天化日之下，撅着个顶，成何体统？娘，有刺客，我害怕。知道害怕，还不知道躲远一些。知道了，下次我一定躲得远远的。你还希望有下次？娘，你别生气，口误，纯属口误。回家后，我给你捶捶肩，捏捏腿，怎么样？好。这会儿，刺客已经被制服带了下去，因为刚刚打斗的地方一片狼藉，这会叫大家移步到偏殿。刺客离开后，他们再次把目光投向了宋瑶瑶。刺客男扮女装，袖里藏着匕首，腰间藏着软剑，这和之前那个呱呱告诉宋瑶瑶的情况全都对上了。难道这个呱呱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呱呱，他们这是怎么了？我脸上有花吗？怎么都这么看着我？呱呱也不知道啊。按理来说，宫宴上发生了刺杀的事件，这宫宴也该结束了。可现在宴会又开始继续了，是我经历的太少，还是在座的所有人内心太强大了？哎，老了，果然还是我安稳的日子过得太久了，有些经不住事了。小姑娘，你听听自己都说了些什么？你才12岁，还是小屁孩，哪里就老了？你要是老了，在场比你年纪大的人多了去了，那他们又算什么？老妖怪吗？呱呱，你不是能探查到距离我10米以内那些人的瓜吗？说来听听。宿主，我早就想告诉你了，之前看你吃的那么花，后面你又被美女吸引住了。既然你现在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看到坐在你们不远处的身材消瘦，留着长须，看起来一副文人模样的从四品通义大夫没有？看到了，怎么了？众人的目光也齐齐看向了从四品通义大夫一家，上上下下打量着他们。别看他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其实就是个人渣。从四品通义大夫名叫刘光绪，他从小聪慧过人，父母把他送去私塾读书，夫子讲什么他一学就会，还能融会贯通，一众学子中格外出众。王夫子很喜欢刘光绪这个学子，就和刘光绪的父母商议后，给自家唯一的闺女王秀秀和刘光绪定了娃娃亲。刘光绪10岁这一年，他的父亲为了他的书香，去山里采药，不慎掉落悬崖，尸骨无存。家里本来就贫困，这下没了刘父，家里就更加贫穷了，吃饭都成了问题，就别提继续读书了。刘光绪面临着退学的境地，这时刘母拿着那纸婚约找到了王夫子，要求人家供刘光绪继续读书。王夫子看着刘光绪，觉得他确实是个读书的料，现在退学实在太可惜了，就同意了。但资助刘光绪继续读书的前提是王夫子老了，女婿和女儿必须给他养老，毕竟王夫子的夫人早就去了，现在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可以依靠了。为了能继续读书，刘母和刘光绪就答应了。刘光绪也确实是快读书的料，几年后考取了秀才。为了能更好的学习，刘光绪提出要去县城的书院读书。王夫子想了想自己的家底，咬咬牙也就同意了。自从刘光绪考上秀才以后，刘母就开始嫌弃王秀秀，觉得他根本配不上自己的儿子。但刘光绪还要靠着王夫子继续读书，虽然看不上王秀秀，也没有做得特别过分。这刘母简直就是又当又立，无耻至极。谁说不是呢？后来刘光绪到了县城以后，没多久就勾搭到了一位富商家的千金小姐李慧兰。刘光绪知道李慧兰很欣赏自己的才学，刘光绪借机把自己说成了一个被自己夫子逼迫，不得不娶夫子的那个丑八怪女儿，把自己说的要多惨有多惨，还说夫子仗着这桩婚约，逼着他以后要给夫子养老。李慧兰一听就炸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哪有女婿给岳父养老的？李慧兰越想越生气，就找人买通了一伙盗贼，直接闯进王夫子家，残忍地杀害了王夫子和王秀秀。这也太丧心病狂了！呱呱，那伙盗贼最后被官府抓到了吗？查到李慧兰头上没有？众人听到这里，都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他妈也太狠了！没看出来啊，刘光绪这么歹毒，想除掉王夫子和王秀秀，却挑拨李慧兰，让他做了那把杀人的刀。呱继续爆料。盗贼被李慧兰后面派出去的人给悄悄处理了。邻里发现王夫子和王秀秀的尸体的时候，都已经是好几天以后了。邻里立马报了瓜，可是当地的府衙什么都没有查出来，这事也成了当地的一桩无头悬案。李慧兰被刘光绪的花言巧语骗得在没有3没6拼的情况下，就和刘光绪苟合到了一起，还有了身孕。被李老爷发现的时候，
李慧兰的肚子已经显怀了。虽然李老爷对刘光绪和自己的女儿吴梅苟合很不满，但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只能同意了两人的婚事。就这样，刘光绪没有花1分钱的彩礼，就娶到了富商家的千金。后来刘光绪手里存了一些银钱后，就在外面买了一处宅子，把刘母接到了县城里过起了老夫人的生活。因为李老爷的缘故，刘光绪也认识了不少富商，开始不满足于被李老爷压制的生活，于是刘光绪和外人合谋，把李老爷的几个儿子弄死的弄死，弄傻的弄傻。李老爷怀疑有人针对他们家，却根本就没往刘光绪身上想，主要是刘光绪平时一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模样，骗过了李老爷，弄死了李老爷的那些儿子们。刘光绪抓了李老爷贴身侍从哥哥家的2个儿子，逼迫那个侍从给李老爷下毒，那个侍从没有生育能力，他们家的香火还要靠哥哥的2个儿子传下去，他只能被判了李老爷，给他下了慢性毒。这个侍从也是跟了李老爷20多年，李老爷平时很信任他，才没有设防。1年后，李老爷毒发身亡，刘光绪掌握了整个李家。李老爷死后，刘光绪把刘母接进了李府。刘光绪害怕外人的闲言碎语，虽然没有把李府改成刘府，但整个李府都是刘光绪把持着的。老天还真是不开眼。刘光绪几年后中了举人，后又一路到了殿试，最后被当今皇上钦点为榜眼。打马游街的时候，刘光绪现在的夫人程勤勤看上了他。程勤勤是镇国公府的庶女，虽说是庶女，但是配刘光绪绝对配得上，国公府的女儿绝对不能做妾。刘光绪也只能把李慧兰贬妻为妾了。李慧兰怎么可能甘心？好不容易刘光绪成了榜眼，她可以做官夫人了，凭什么要从正头娘子变成上不了台面的小妾？但是刘光绪态度强硬，李慧兰没办法，只能用当初王夫子和王秀秀的死，企图逼迫刘光绪打消贬妻为妾的念头。刘光绪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在李慧兰去寺里上香的时候，让人扮作山匪，杀了李慧兰和自己的女儿。李慧兰死后，刘光绪用李家的钱财下聘，娶了程勤妾。在镇国公府这些年的帮扶下，刘光绪做到了现在的从4品通议大夫，直接少奋斗几10年呢。宋瑶瑶听完了刘光绪的升官史，不由得打了个冷战。没想到刘光绪平时一副文人做派，没想到会干出杀恩师、杀未婚妻、杀妻杀女的事情来。这人啊，还真不能只看表面。呱呱，这就是所谓的无毒不丈夫吗？刘光绪这人一路都是靠女人走上来的，还真是个软饭男，杀了这么多人不说，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没放过，虎毒还不食子呢。这刘光绪简直就是畜生不如的东西，这样的人让他做了官，百姓还有好日子过吗？还好现在只是个闲职，要是到了朝中的重要位置，看不惯谁还不直接弄死。皇帝听到这些新生的事，脸色大变，立马让人去查刘光绪的事情了。呱呱，你说镇国公知道刘光绪的这些事情吗？知道，嫁女儿之前，他把刘光绪祖上几代都查了个清清楚楚。镇国公知道刘光绪这德行，日后也不怕刘光绪得了势以后，他们也落得和李老爷家一样的下场吗？镇国公根本就没把刘光绪放在眼里，当然不害怕了。哎，把这么一匹狼放在身边，有镇国公哭的时候。众人看着刘光绪一家，再看看镇国公一家，他们面色如常，好像根本听不到宋瑶瑶的心声。大家都在好奇，为什么有的人听得到宋瑶瑶的心声，有人却听不到？大家还在等着听八卦，可是宋瑶瑶的心声再也没有响起。宴会结束，皇上召集大臣们去了养心殿。刚才宴会上，你们都听到了吗？能听到的爱卿站在左边，听不到的站在右边。听不到的就先退下吧。是，臣告退。宋侍郎，臣在。说说宋瑶瑶的情况吧。小女宋瑶瑶自出生起，我们就能听到她的心声，我和夫人还有其他3个孩子都能听到，可是家里的下人他们是听不到的。那个叫呱呱的系统，小女一出生的时候就是跟着她的。从小和呱呱的对话中，我们了解到小女是带着上辈子的记忆投胎到我们家里的。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已经验证过很多次了，只要是小女和呱呱提及的事情都是真的。那刘光绪杀家人的事情是真的了？真看不出来，刘光绪如此的心狠手辣。和这样的人同朝为官，我们都得多长个心眼。怎么会有这么狼心狗肺、畜生不如的人？这种人根本不配做官。为什么一些人听得到，一些人听不到？这个臣也不知。自宋瑶瑶出生以来，你们就一直要她关在府里。那个叫呱呱的系统知道太多，为了小女的安全，臣不得不这么做。那对于宋瑶瑶的前世，你知道多少？偶尔会听小女提起那么1、2句，小女和呱呱说的那些话，臣和家人们完全听不懂，所以臣无从得知小女的前世是什么样子的。朕倒是好奇，今天宋瑶瑶提到的飞机是什么？是会飞的机吗？这个臣不知。
至于刘光绪的事，朕已经派人去调查了，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快就会有结果了。关于大家可以听到宋瑶瑶心声这件事，各位爱卿回去后告诫家人，一定不能让他本人知道，否则定斩不饶。回到府里，宋瑶瑶又被父母勒令待在府里，不准出府门。呱呱，我就不明白了，我都已经12岁了，怎么就不能出门了？小时候说怕我被拐走，可是现在我都已经长大了，还拿这套说辞来搪塞我。话说回来，少女被拐的也不少，你爹娘也是为了你好。呱呱，你到底是站在哪一头的？我当然是站在你这头的，不过你父母说的也没错。好像也是，拐卖少女的事件也不少，像我这样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美少女被人盯上也是能理解的。哎，都怪自己这该死的魅力太招人了。哎，这个宿主没有一点点的自知之明，这会儿又自恋上了。宿主，虽说你父母是好心，但是你还是要想办法说服他们，要让你出府门。府里每个人的瓜咱们都吃遍了，连厨房门口那条狗子的瓜咱们都吃了，再不吃新的瓜，呱呱的能量都要补充不上了。知道了，我会想办法的。几天后，皇上派去调查刘光绪的人回来了。刘光绪在他们老家那里也是个名人，他的事情很好调查。皇上认真看着书案上暗卫调查来的结果，虽然早就在宋瑶瑶的心声中得知了事情的一切真相，可是看到这些调查结果的时候，皇上都不由得心里颤了颤。真是好歹毒的计策。暗卫还调查了镇国公府李慧兰的死，他们府上没有参与。看来宋侍郎说的是真的了，只要是宋瑶瑶和那个呱呱提及的事情，一定都是真的了。王权下令刘光绪斩立决，他的那几个子女年龄还太小，卖为官奴吧。奴才这就去办。处理完刘光绪，皇上也在发愁，他们天凤皇朝出现了宋瑶瑶这么一个变数，到底是好还是坏呢？第二天，王权就带着一道圣旨来了侍郎府，王公公点名让宋瑶瑶接旨。宋瑶瑶听到让他接旨的时候，也一脸懵。我干什么了？怎么就要接旨了？除了参加了一次宫宴之外，什么事都没干啊！所有人跪下后，王公公打开圣旨宣读了起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闻宋侍郎之女宋瑶瑶，才德兼备，足以为女子之表率。朕特封其为从6品起居舍人，次日跟其父一起上朝，钦此。宋侍郎一家听到这道圣旨都懵了。皇上这是什么意思？起居舍人那是什么官职？负责记录皇上平时的言行，包括上朝处理政务、与大臣商议等等的记录官。瑶瑶才12岁，让一个小姑娘每天跟着一个糟老头子，皇上这是要干什么？大家的思绪万千，都忘了谢恩。小宋大人，接旨啊！宋瑶瑶此刻也是懵的，我怎么就要过上打工人的生活了？臣宋瑶瑶接旨。恭喜小宋大人，贺喜小宋大人。王公公，皇上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家瑶瑶才12岁，每天跟着皇上记录皇上的言行，这……宋大人多虑了，皇上让我带句话给你们，小宋大人只负责皇上上朝时的言行，朝堂上与大臣们商议朝政的记录，其他时间的记录不必小宋大人操心。那就好，那就好。王公公走后，爹，你和皇上说说，我不想去上朝。再说了，宫里的女官都是待在后宫里，宫皇后娘娘差遣的，朝堂上除了我一个女子，就再也没有其他女子了，我不想去。瑶瑶，皇上是不可能收回成命的，你就乖乖的跟着爹一起去上朝吧。你只负责记录皇上上朝时的言行，朝堂上与大臣们商议朝政的言论即可，活还是比较轻松的。爹，这不是活计轻不轻松的问题，我才12岁，我真的不想去上班。爹，我求求你了，你去和皇上说说，让他收回成命，好不好？皇上看上我哪点了，我改还不成吗？圣旨已下，由不得你不同意。宋侍郎看着这个不着调的小女儿，也是头疼的要命，一甩袖子直接走人了。娘，你能不能让爹去和皇上说说？不能，圣旨一下，天王老子来了，你也得去上朝。行了，今晚娘让厨房给你做你喜欢的红烧肉，总行了吧？行吧。哎，才12岁，怎么就稀里糊涂就要过上打工人的生活了？晚饭后，宋瑶瑶直接回了自己房间，从枕头下摸出了一本名叫《清俊书生与俏丽小寡妇不得不说的2-3事》的书，有滋有味地看了起来。宿主，这书是你又图才买的婆子从外面买回来的。是啊，呱呱，我和你说，这个俏寡妇很凶猛，直接壁咚了隔壁的俊俏小书生，聊得人家书生心神荡漾的时候，又抽身离开了。渣女，怎么就离开了呢？裤子都脱了，就这。宿主，你记不记得，你明天5更天就要早起去上朝？知道啊，别催了，我再看一会儿。呱呱也不再说话，房间里又传出了宋瑶瑶的声音。这个俏寡妇不行啊，感觉她就是喜欢聊骚，不敢来点实际的。哎，瑶瑶，喜欢你就上啊，看得我都替俏寡妇着急。不知不觉中，宋瑶瑶已经睡了过去。第二天，
小姐，起床啦！今天你还要跟着老爷一起去上朝了。宋瑶瑶只当听不见，继续睡觉。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宋侍郎的声音：瑶瑶，瑶瑶，醒醒，准备一下去上朝了。爹，我再眯一会儿。宋侍郎看着这样的宋瑶瑶，直接把宋瑶瑶扛起来，转身就走。宋瑶瑶再次睁眼时，只听到宋侍郎说道：瑶瑶，下车吧，咱们到了。宋瑶瑶困极了，继续闭着眼。哎，等到了宫门口再叫醒她吧。宋侍郎只好又把宋瑶瑶扛在了肩头上走。马车停靠的地方离宫门口还有一段距离，需要步行走过去。宋侍郎，你家可真是走了狗屎运！听说你的嫡次女被封为了从6品的起居舍人，既然孩子都当官了，就应该有当官的样子。你看看，你这么扛着小宋大人，成何体统？宋侍郎，疼爱孩子是没有错，但可不能溺爱孩子。孩子嘛，还是要从小教导。谁家12岁的大姑娘了，还要老爹扛着走？这要传出去以后，还怎么嫁人？孩子要是个懒骨头，那就是打少了。我和你说啊，咱们自古奉行的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棍棒底下出状元。你家这丫头，明显就是打少了。宋瑶瑶一下子睁开了眼睛。爹，放我下来。瑶瑶，你醒了？醒了。宋瑶瑶看了一眼严大人，宋对对瞬间上线。这位大人，你今天早饭吃的什么？严大人被宋瑶瑶问懵了。早上吃的粥。怪不得呢，想必喝粥一定吃了不少咸萝卜吧？怪不得咸吃萝卜但操心呢，原来是咸萝卜吃多了，需要疏解咸味。你大胆，你放肆！你什么你？我还放5放6呢，真是吃着自家饭，操着别人家的心，也不怕操心操多了，直接猝死过去。你敢诅咒我去死？我有指名道姓吗？这年头听说过抢钱、抢功劳、抢美名的，还是第一次听说抢着去死的。黄口小儿，你怎么敢这么和我说话的？老菜帮子，在这里摆什么谱呢？别人怕你，我可不怕。我懒不懒关你屁事，还怂恿我爹打我，真是显得你脸大了。宋侍郎，你就是这么教女儿的，就让她这么一个丫头片子指着长辈的鼻子吗？宋侍郎看了一眼严大人，我女儿说的没错。你们，你是谁的长辈？别以为年纪大就能给谁都当长辈了，还真把自己当颗大半算了。你在场所有官员都惊呆了，他们这些官员平时拌几句嘴是有的，实在气急了也是顾及着彼此的身份，指桑骂槐的骂几句，哪有像宋瑶瑶这样的直截了当的开骂，而且句句还不带脏字。爹，咱们赶紧走，这人不会一会儿躺地上碰瓷吧？到时候说咱们把他气晕了，要讹咱们钱可怎么办？我这才第1天上班，还没领到月俸呢。看样子他是准备要躺地上了。瑶瑶，咱们赶紧走，和钱沾边的事绝对不能马虎，可不能让人讹了去。一旁的官员都张大了嘴巴，还能这么损人？这小宋大人可真是够毒舌的。眼见严大人气得快要晕过去了，听到小宋大人最后的几句话，硬生生又挺了过来。门口的事很快就传到了皇上耳朵里，皇上听了王权的话，发出了一阵开怀的大笑。这帮老东西们也就成天喜欢和朕对着干，在朝堂上把朕气得半死。现在有了这么一个硬刚的丫头，吃瘪了吧？有了这丫头，以后有的热闹了。对了，派几个暗卫去保护那丫头，别让人给害了。是。太和殿内大臣们都到了齐了，严大人就站了出来。皇上，臣有本启奏，女子进朝堂实属不妥，从古至今都没有这样的先例。宋瑶瑶听了严大人的话，心里就骂开了。刚一上朝，这个老逼灯就跳出来了，他像疯狗一样死咬着我不放，我还没找他麻烦呢，没想到他就主动送上门来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宿主，这个老逼灯上蹿下跳的就是条疯狗，宿主盘他。呱呱，这个人是谁啊？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今天还是第一次见这人，怎么就死咬着我不放呢？朝臣们的耳边忽然传来了宋瑶瑶和呱呱粗犷的对话，严大人也听到了刚才的对话，气得要死。宿主，老逼灯叫严宽，是礼部侍郎，和你爹一样都是正4品的官职。严宽和你爹一直都不对付，今天在宫门口找茬也是嫉妒你爹和你。呱呱，这人也太不要脸了，他嫉妒个锤子，要怪就怪他生不出一个像我这么优秀的孩子来，应该好好找找是不是自己的基因有问题。就是他们不明白什么是基因，但是这次大家都看清楚了，宋瑶瑶确实没有张嘴，那刚才就是宋瑶瑶的心声了。这小兔崽子，一个姑娘家的怎么满口的污言秽语？宋瑶瑶前世是军医，和军人们混熟了，什么荤话都听过，这才哪到哪。呱呱，有没有关于这个老逼灯的瓜？给我说说，也好让我高兴高兴。我都想好了，等知道了老逼灯的秘密，我就把他的故事写下来，卖给说书先生，这样京城里就人尽皆知了。狠，还是这丫头狠，就没想过给严大人留活路啊。有的，真没想到啦，这个老逼灯还是个女装大佬。
呱呱，你说什么？女装大佬这么刺激的吗？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看着也不是娘娘腔啊。啧，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呱呱，赶紧给我说说。严宽父母一连生了8个女儿，最后才生了他，所以给他起名严金宝。严金宝从小就有8个姐姐带着他长大，与姐姐们相处久了，严金宝的行为就有些偏女性化了。严金宝很喜欢女孩子的漂亮衣服，喜欢女孩子的头饰，喜欢女孩子们用的胭脂水粉，也喜欢和女孩子一起玩。到了6岁启蒙的年纪，严父严母把严金宝送去了学堂，因为严金宝娘里娘气的，学堂的很多孩子都不愿意和他玩，他们还给严金宝起了个外号，叫他假太监，因为这时严金宝和同学们打了起来，这次严金宝下手很重，把对方打进了医馆。严父严母得知打架的缘由后，这才觉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从那以后，严父严母亲自教导严金宝，不允许他再和姐姐们一起玩，也不准他喜欢那些女孩子的东西。为了让这个儿子变得阳刚一些，严父严母把严金宝这个名字改成了严宽。就看看他死咬着我不放的那个执着劲，我想他没那么容易放弃。不错，事实和宿主想的一样，表面上严宽是屈服了，可是背地里还是喜欢那些东西，但他隐藏得很好，一直没有让严父严母发现。等到他高中以后有了自己的府邸，他在自己的书房里修建了一间密室，这间密室里都是严宽这些年收藏来的女人的各种用品，什么胭脂水粉，什么女士内裤、肚兜、绣花鞋、月事带，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在那间密室里找不到的。每天晚上，严宽吃过晚饭，借口要处理公务，都会去书房。其实他是进了书房的密室，在里面换上女人的衣服，描眉涂粉，打扮过后好好欣赏一番自己，随后才不情不愿地卸了妆，换回了自己男儿的衣服。这个死变态，连月事带都收藏。宿主都是没用过的。我知道，要是用过的，我就想直接锤爆他的狗头。听到这里，大家看严宽的眼神都不对了。原来这就是女装大佬的意思。密室这事，他的夫人知道吗？不知道，他做得非常隐蔽，连他的心腹都不知道。宿主严宽还有个癖好，你猜猜是什么？猜不到，你直接告诉我。呱呱，让人吃瓜吃一半会遭天打雷劈的。好吧，我直接告诉你，严宽和他的夫人小妾们同房的时候，喜欢自己换上女装，让他的夫人小妾们穿上男子的衣服，然后才……严宽还是下面那个这么刺激的吗？呱呱，有没有视频？我想看。宿主，我现在等级还不够，等我升级了以后，你就可以随时看视频了。呱呱，那你什么时候升级？这个我也不知道。朝臣们都一脸欣慰地盯着严宽，严宽举起颤抖的手，没有说一句话，一口血直接喷了出来，随后昏了过去。呱呱，这老逼灯不会嘎了吧？宿主，老逼灯还有气儿呢。哦，我以为他已经死翘翘呢。呱呱，我回去后就把老逼灯女装大佬的事都写下来，卖给说书先生。这么劲爆的事，到时候茶楼肯定会高朋满座的。呱呱，我觉得大把大把的银钱在向我招手。众人也听到了宋瑶瑶刚才赚银子的计划，心里都是突突的。要是哪天不小心得罪了小宋大人，那秘密也被写下来，到时候拿去赚钱，还不搞得人尽皆知了。看来要和宋侍郎打好关系了，让他管好自家女儿，不要让他拿这些事情去赚钱。皇上眼神复杂的看了一眼宋瑶瑶，就让人把严侍郎抬出去了。早朝继续，接下来宋瑶瑶没有再和呱呱聊天，老老实实的在一旁仔细看着江大人是如何记录的。明天宋瑶瑶就要自行记录了，没人可以帮她。刚一下朝，爹，咱们赶紧回家，我都要饿死了。爹，你能带我去酒楼吃饭吗？家里饭菜估计都做好了，回去就能吃了。好吧。回到府里，宋瑶瑶坐下后直接手拿就吃了起来。你慢点，又没人和你抢。娘，这皇上也真是的，规定5更天就上朝，我才睡下没多久就被碧桃叫起来了，这简直起得比鸡还要早。你这孩子嘴上就没个把门的，胡说八道什么呢？本来就是。你还说这话要是被人听了去，还不知道惹出什么事端来。知道了。吃完饭，宋瑶瑶回去补觉了。今天瑶瑶第一天上朝，没有惹出什么事情来吧？听了这话，宋侍郎长长叹了口气，就把今天发生的事都说了。严大人是被抬出大殿的，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这严大人他也太不要脸了，一大把年纪了还欺负咱们家瑶瑶。瑶瑶才刚满12岁，真不要脸，被气死也是他活该。是挺活该的。老爷，你以后可要离那个严大人远一些，那人简直恶心死了，还私藏女人的东西，连月事带都收藏，简直就是个变态。我知道了。宋侍郎叹了口气，夫人，你说这么下去的话，咱们会不会把那些朝臣们都给得罪死了？是啊，我也担心这个。走一步看一步吧，人家的闺女都是父母的小棉袄，咱们家的瑶瑶就是个漏风的大袄子，是专门来坑咱们的。10点后，宋瑶瑶醒了。呱呱，现在几点了？宿主，
现在是早上10点。啊，睡了一觉起来，才早上10点。是啊，宿主，古人不都是早睡早起的吗？哎，宋瑶瑶去沐浴好以后，已经是半个时辰以后的事了。宿主，你打扮得这么漂亮，是要出门吗？我想出去转转。宿主，你爹娘能同意吗？应该没问题吧，我都是当官的人了，我爹娘还能一直拘着我不成？宿主，加油！进了屋，宋瑶瑶就开始讨好。娘，宋夫人头都没抬，眼睛一直盯着账本。说吧，来我院子是有什么事？娘，我都长这么大了，我还没出过府门，我现在大小都是个官了，还不知道京城是什么样子的，我想出去逛逛，好不好？成，你去账房支50两银子，有什么喜欢的可以买一些回来，让你大姐陪你一起去，记得多带一些护卫。是，怎么感觉没那么简单，这么容易老娘就答应了？以前就算自己撒泼打滚，父母都不松口，这次怎么就答应了？哎呀，不管了。夫人，真的要让小姐出门吗？现在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一直把孩子关在府里不让出门也不是个办法。瑶瑶天天上朝，时不时就扒那些朝臣的老底，根本就阻止不了。现在已经这样了，也没必要一直拘着孩子了。就像瑶瑶自己说的，她都已12岁了，还没见过京城长什么样子。看着她那可怜巴巴的样子，我也觉得心酸。算了，是福不是祸，是祸斗不过。宋瑶瑶一路火花带闪电的跑到了大姐宋清灵的院子里。大姐，娘同意我出府了，真的。我刚从娘的院子出来，娘让你陪我一起去，还让咱们去账房支50两银子，买些喜欢的东西回来。好，你等我，我收拾一下，咱们就走。好。宋瑶瑶终于得出府门了。呱呱，这就是古代的街道啊。是啊，宿主，你们所在的地方是官员的住宅区，住的都是达官贵人，人口也比较少，街道也很干净。呱呱，这古代的建筑真是精美，这要怎么形容呢？那句网络用语怎么说来着？奈何自己没文化，一句卧槽走天下。宿主，你想飙粗话就直说，不要给自己找理由。你一个学霸，本硕博连读的高材生，怎么可能词穷？你骗谁呢？好吧，被呱呱发现了。不过好汉不提当年勇，那都是上辈子的事情了。这辈子我只想混吃等死，做一条摆烂吃瓜的咸鱼。宿主，你当咸鱼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带上呱呱，呱呱也好趁机收集一些能量。呱呱，你就放心吧，忘不了你的。姐妹两人朝着衣服铺子走去。两位小姐是要看布料，还是要看看成衣？我们先看看布料，再去看看成衣。好嘞。呱呱，这里的布料还真多，老板态度也不错。宿主，这里是京城最大的衣服铺子，1楼的布料就有上百种，2楼的成品也不少。这家店的老板很会经营啊，布料成衣好不好咱们先不说，就这服务态度就不错。小妹，你有没有喜欢的？大姐，我再看看。最后宋清灵挑了2匹布料买了下来，姐妹两人又朝着首饰铺子走去。宋清灵看上一只布摇，小姐真是好眼光，这只簪子叫海棠玉步摇，海棠是百花中最艳丽的品种之一，这只发簪通体碧绿，形如海棠，故名海棠玉步摇。小姐，这簪子和你很相配。宋清灵还没有说话，门口就传来了一道声音：这发簪我要了。宋清灵看到来人，脸色就是一变。容菲菲，你不要太过分，这东西明明是我们先看上的。你付银子了吗？没有付银子的话，这东西就还不是你的。呱呱，这女子是谁啊？怎么这么嚣张？在容菲菲身后还有好几个女子。见过小宋大人，见过小宋大人。你们好。这些人里，宋瑶瑶也只是在前几天的宫宴上见过。老板，这个簪子我要了，给我包起来。容菲菲，你。宿主，这个身穿水红色衣服的女子是左谏议大夫容平的庶女，名叫容菲菲。她爹和你爹的品阶一样，都是正四品。呱呱，一个庶女怎么会这么嚣张？容平的嫡女容淼淼嫁给了三皇子做侧妃，很受三皇子宠爱。容平家难道嫡女和庶女关系很好？容菲菲仗的是嫡姐容淼淼的事。宿主，这个你倒是说错了，容平家嫡女和庶女关系非常不好，可以说是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容菲菲之所以这么嚣张，就是因为她背着自己的嫡姐早就和自己的姐夫三皇子勾搭到了一起。容菲菲觉得自己已经是三皇子的人了，当然仗的是三皇子的事。这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家，看上谁不好，竟然和自己的姐夫勾搭成奸。呱呱，容菲菲这么喜欢抢东西，估计抢东西都抢成习惯了，抢姐夫，抢簪子，这是咱们知道的，不知道的还不知道抢了些什么。他这么喜欢抢东西，呱呱，我要是说地上那坨狗屎是香的，他会不会也要抢过去吃几口？宿主，这个呱呱也不知道。呱呱，你说我要不要试一下？宿主，这样不好吧？那种带味道的东西，咱们还是不要去尝试了。你想想，
要是容菲菲真吃了，你看着不恶心吗？是挺恶心的，估计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那就是了，宿主，所以咱们还是不要尝试了。听到宋瑶瑶和呱呱对话的人们，个个都张大了嘴巴。容菲菲已经和三皇子苟合到了一起，这消息也太劲爆了。这小宋大人还真有意思，还想试试容菲菲会不会抢狗屎吃。想到容菲菲吃狗屎的样子，他们捂着嘴巴都干呕了起来，实在太有画面感了。容菲菲是听不到宋瑶瑶心声的，但看到周围几个女子忽然干呕了起来，觉得莫名其妙。你们这是怎么了？没什么。呱呱，容菲菲和三皇子无美苟合的事，容淼淼不知道，那么容家人知道吗？容菲菲的姨娘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抢姐姐的男人还是她那个姨娘出的主意。一想到三皇子绝美的容貌，容菲菲就同意了。在那之后，这母女俩就计划着怎么不经意的偶遇三皇子。偶遇了三皇子，一个有心勾引，一个见色起意，两人一拍即合，就这样苟合到了一起。容菲菲想在自己嫡姐之前就怀上三皇子的孩子。今天出来就是去医馆问问有没有容易让人受孕的药品，没想到医馆还真有那种药。宿主，其实那药根本就不是让女子容易受孕的药，那就是特别加强版的催情药，药的催情效果非常猛。啊，不会吧，医馆怎么能拿这种药卖给顾客呢？不会一夜来个10几次，到时候三皇子不会精尽人亡了吧？容菲菲去的又不是正规医馆，人家只管赚钱，哪管那么多。这一单那个大夫赚了几千两，他也怕摊上是早已经收拾东西跑路了。三皇子会不会改了？这还要看容菲菲下药的剂量。呱呱，这容菲菲是不要命了吗？敢把这种东西用在三皇子身上，万一三皇子人真改了，他们容家九族估计都要完了。害死皇子，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众人听了宋瑶瑶的心声，看着容菲菲的眼神都变了。这是自己作死还不够，还要拉九族一起去死的节奏啊！这容菲菲简直就是个疯子。呱呱，左谏议大夫是个什么样的官职？宿主，据我所知，左谏议大夫的职责是向皇帝进谏，提供意见和建议，以纠正朝政中的错误和不当之处。哦，容嫔是忠臣吗？要是忠臣的话，咱们要不要提醒他一下，不能让容菲菲这个颠婆连累了整个容家？宿主，容嫔的确是个大忠臣。知道了，我想想办法要怎么提醒容家。宿主，你也可以提醒三皇子的。呱呱，咱们在三皇子眼里什么都不是，要是人家问起来，咱们是怎么知道容菲菲所作所为的？我要怎么解释？搞不好小命就没了，让我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我没那么伟大，我还是从容府这里下手想想办法吧。啊，宿主说的对，安全最重要。宋瑶瑶一抬头，就看到容菲菲那个颠婆还在欺负大姐，走上前对着容菲菲质问：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疯婆子？怎么那么喜欢抢别人东西？你骂谁呢？谁硬就骂谁。一个毛都没长齐的丫头片子，竟敢这么骂我！哟，你说我毛没长齐？难道你的毛长齐了？我想问问你哪里的毛长齐了？给我说说呗，我也好见识见识。你无耻！你无耻！你好讨厌啊！说完这话，宋瑶瑶自己先干呕了起来。哦，真是恶心到自己了。宋清灵看到妹妹这个样子，赶紧关心问道：瑶瑶，你没事吧？大姐，我没事，就是学某人把自己恶心到了。我才没有那样。容菲菲都要被面前这个小丫头气疯了，她说不过宋瑶瑶就想上手打人。谁给你的狗胆？敢殴打朝廷命官？你这一巴掌要是打下来，我立马就躺地上，救不起来了。大姐，只要他敢打我，我就躺地上。你赶紧就去京兆府报官，就说有人殴打朝廷命官，我被打得昏迷不醒了。敢明目张胆的讹人？你敢打我，我就敢讹你，讹不死你，我就不叫宋瑶瑶。不信你大可以试一试。你个牙尖嘴利的小丫头，你这样小心嫁不出去。我嫁不嫁得出去关你屁事，一天天的把嫁人挂在嘴上，你就这么恨嫁吗？我哪里恨嫁了？不恨嫁就把嘴巴闭上。一个姑娘家家的张嘴闭嘴的嫁人，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思春了呢。你个死丫头！我哪里死了？我明明活得好好的，气死你！你这簪子我不要了。容菲菲把从宋清灵那里抢来的簪子一下子摔在了地上，簪子应声而断。哎呀呀，簪子断了，这下真是如了你的意了，这下簪子终于属于你了。老板，这簪子刚才你不是说要3000两吗？赶紧让这个颠婆赔，不赔就送她去见官。这簪子哪里值3000两了？之前是不值，但是它碎了，就值这个价了。这簪子怎么不值3000两了？它明明就值这个价，赶紧赔钱。老板也看不上容菲菲嚣张跋扈抢簪子的行为，就是故意顺着宋瑶瑶的话说的。这家首饰铺子可是二王爷的产业，不怕他不赔。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银两。
这个好办，我一会儿派人跟着你到府上去取。容菲菲没有办法，只好带人回府去取银子了。首饰铺子里，老板派人跟着容菲菲回荣府取银钱的时候，宋瑶瑶一转身才发现店铺里多了好多人。呱呱，这首饰铺子里怎么多了这么多人？宿主，应该是容菲菲欺负你大姐的时候吸引来的人。哦，这样啊，这还真是什么时候都不缺吃瓜看戏的群众。宋瑶瑶根本就没怀疑，这些人都是冲她来的。是啊，宿主，在这古代又不能刷手机上网，这不是无聊的紧吗？吃吃瓜看看戏也能打发时间。呱呱，你说的不错。小妹，饿了没有？大姐带你去酒楼吃饭怎么样？好呀好呀。宋瑶瑶不知道的是，大家听说她要去酒楼吃饭，在她离开首饰铺子后，也先后离开了这里，远远地跟在了他们身后。呱呱，这座酒楼可真气派。那是，这是京城中最大的酒楼，它的幕后老板就是当今皇上。呱呱，这是皇上的私产了。是啊，这座酒楼的收益都进了皇上的私库。这划分的还挺明确的。说话间，宋清灵已经带着宋瑶瑶进入了酒楼。二位小姐提前订了位置吗？没有。二位小姐，那不巧得很，酒楼现在已经客满了，您二位是要等一等吗？清灵、瑶瑶，你们怎么在这里？大哥，我想带小妹来这里吃饭，可是小二说这里客满了，让我们等一等。这样啊，今天我约了2个同窗一起来这里吃饭，我们提前订了雅间，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和我们一起吧。宋清灵看了一眼妹妹，大哥，这会不会影响到你们？不影响的。天凤国民风开放，男女相约一起踏青游湖吃饭是很正常的事。小二带着他们去了3楼的雅间，宋瑶瑶东看看西看看，一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样子。几人坐下后就商量点起了菜。大哥，你们点就好，我都可以。点好菜，宋清玉才给彼此介绍了起来。这是我的2位同窗，这位是现任太傅的嫡孙萧明朗，另一位是节度使的嫡子高嘉佑。明朗、嘉佑，这是舍妹宋清灵和宋瑶瑶。互相介绍后，大家就聊起了天。呱呱，大哥的这2位同窗长得真不错。雅间里猝不及防就想起了宋瑶瑶的心声，宋清玉和宋清灵都要尴尬死了。小妹又开始了。宿主，你看上萧明朗了？没有，我就是单纯的欣赏美男。宿主，你不行啊，喜欢你就上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呱呱，我真的就是单纯的欣赏，可没想干什么。好吧，宿主，我相信你了。宿主，那你觉得高嘉佑怎么样？高嘉佑本来听得津津有味，忽然听到自己的名字，不由得耳朵竖了起来。他倒要看看面前的小丫头是怎么评价他的。随后，宋瑶瑶的心声就响了起来。高嘉佑面白如玉，目似繁星，清澈的眸子闪着亮光，舒眉浅笑时，如阳光直划进人的心底；谈吐时，轻声细语，眉宇间的温和之色，令他整个人都散发着谦谦君子之气。宿主，你倒是会评价。那是，前世20年的书不是白念的。所有人听到这话都震惊了，前世的宋瑶瑶竟然念了20年的书。还不等大家再多想，又传来了呱呱的声音。宿主，高嘉佑这么好，要不你直接扑倒他。所有人都惊呆了，高嘉佑更是一口茶水直接喷了出来，随后不停地咳嗽了起来。这个叫呱呱的系统很不正经啊。宋瑶瑶疑惑地看向在场几人。呱呱，他们这是怎么了？这个呱呱也不知道啊。宿主，你还没告诉我要不要扑倒高嘉佑呢？不如佛陀心似魔，今吾其武风焦灼，汉与南宁身下士，唯恐历历经雨薄。说完这话，转身就走。宋瑶瑶听得一愣一愣的。呱呱，这个高家又没什么大病吧？怎么突然就做起了诗，而且还转身就走，好像后面有狼撵他一样。不光宋瑶瑶觉得震惊，其他3人也震惊不已。哈哈哈哈哈哈！这个高家又笑死我了。呱呱，怎么了？你发现什么了？快和我说说。宿主，你细细品一下高家又刚做的那首诗，就明白什么意思了。不如佛陀心似魔，今吾其武风焦灼，汉与南宁身下士，唯恐历历经雨薄。突然，宋瑶瑶就明白了过来。我操，出个宫，上个厕所还要写首诗，这他妈是人干的事吗？哎呀呀，可笑死我了！这高嘉佑可真是个人才，他那首诗是写白天上厕所的，我给他补个晚上起夜的。月影书斜夜色清，微风轻拂意难平。忽觉溪水似翻涌，欲向花间觅小亭。呱呱，你不是个吃瓜系统吗？怎么还会作诗了？宿主，呱呱是个多才多艺的系统，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呱呱，牛还是你牛，我谁都不服，就服你。宿主，过奖过奖。宿主还没回答我要不要扑倒高嘉佑的事。这个事啊，我肯定的回答是不要。你说说，高嘉佑这人上个厕所还写一首诗，会不会放个屁也写首诗，睡觉也写首诗，吃饭再写一首诗？想想那个场景，我都要疯了。像他这样的男子，咱们这样的人无福消受，他只适合远观，咱们欣赏欣赏就行了，其他的就不要想了。好吧，
呱呱，我很好奇节度使家平时是怎么教育孩子的？他们家平时干什么事都喜欢作诗吗？这是呱呱这里没查到，应该节度使府没有动不动就作诗的习惯。也就是说，节度使家就除了高嘉佑这么一朵奇葩？宿主好像是的。宋瑶瑶不知道的是，高嘉佑平时不是这样的，硬是被呱呱和他给吓。之后饭菜上桌，高嘉佑也回来了。宋瑶瑶忙着干饭，心声也是对这些饭菜的各种评价，没有再提及其他事。吃完饭出了酒楼后，肖明朗和高嘉佑就先离开了。宋清玉想先把2个妹妹送回府，自己再回书院。几人不知道的是，他们一离开酒楼，跟着宋瑶瑶吃瓜的其他几个雅间的人也相继离开了。跟着小宋大人总能吃到新鲜的瓜，今天这一趟没白来。他们为了吃瓜，到现在还饿着肚子呢。宋瑶瑶一离开，这些吃瓜群众也赶紧散了。不过中书令嫡子高嘉佑上厕所都要写诗的事传开了。高嘉佑就是个书呆子，出宫2个字多简单啊，还非要整出来一首诗，让人猜半天才能明白他的意图。这谁家姑娘要是嫁给这么一个书呆子，这往后的日子还怎么过？读书人就要有读书人的样子，用诗句来表达出公这个意思多文雅啊！高嘉佑是名副其实的大才子。总之说什么的都有，高嘉佑做的那首出宫的事也被大家传开了。马车上，大哥，我得到了一个消息，左谏议大夫的庶女容菲菲买了一种药，她想把这种药用在三皇子身上。宋清玉和宋清明2人都没有说话，静静地听着妹妹的讲述。左谏议大夫容平容大人是个忠臣，我想提醒一下他，要是三皇子出了什么事，他们容家9族估计难逃一死，只是我不知要怎么提醒他。这事你不用操心了，交给大哥来办。大哥就不问问我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吗？小妹想告诉大哥的时候，自然会告诉的。宋清玉一猜，就是那个叫呱呱的系统告诉宋瑶瑶的。经过这么多年的测试，只要是呱呱说出来的事，那肯定都是真的。谢谢大哥相信我，既然大哥都这么说了，那提醒容大人的事就交给大哥了。回到府里，宋清龄和宋瑶瑶就回了个自的院子。宋清玉去找了宋侍郎，说了容菲菲的事，并且把宋瑶瑶想帮容嫔的事也说了。爹，这是咱们要提醒容大人吗？容大人确实是个好官，朝廷要失去这样一位官员，实属可惜。这事交给爹去办，你不用管了，你还是赶紧回书院吧，不要耽误了下午的功课。是。宋清玉离开后，宋侍郎想了想，提笔写了一封信，把这封信送去容大人府上，务必把信亲自交到容大人手上，中途不可转交给其他人。是。容大人看了宋侍郎送来的信件后，一脸平静。今天这不是容大人收到的第一封提醒他的信件了，之前和他关系要好的几个大人也派人送来了几封内容差不多的信件。收到第一封信件的时候，容大人就已经派人去打听今天发生的事情了。容大人在宫宴上、早朝上都已经听过宋瑶瑶的心声了。刘光绪的事情已经证明宋瑶瑶的心声说的都是真的。菲菲今天惹到了人家，被当众爆出了秘密，那肯定也是真的了。容大人去了容夫人那里，把事情和容夫人说了一遍。容夫人听后气得差点背过气去。容大人和容夫人带着下人朝着容菲菲的院子走去。进去搜。几个婆子一拥而入，直接进了容菲菲的闺房。父亲母亲，你们这是做什么？女儿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搜女儿的屋子？容大人和容夫人看着这个庶女矫揉造作的样子，就是一脸的厌恶。就在这时，容夫人让小厮去请的大夫也到了。这时几个婆子从屋里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封信，还有一小瓶子。婆子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了容大人，容大人直接把瓶子直接递给了韩大夫。韩大夫，你看看这是什么？韩大夫颤颤巍巍地接过瓶子，仔细辨别了起来。大人，这是给动物配种用的催情药粉。你胡说，这明明是让女子易受孕的药粉。老夫说的是事实，这就是给动物配种用的催情药粉。你们要是不相信，可以再请其他大夫来辨认。容大人早就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这和那几封信里提到的一样，他当然是相信韩大夫的。我们当然是相信韩大夫的，只是今天的事还请韩大夫守口如瓶。这个自然。随后容大人让人给了诊费，就把韩大夫送出了府。韩大夫离开后，容大人打开了那封信看了起来，信中写了对三皇子的思念和爱慕之情，随后就是约三皇子在老地方见面。容大人看完信，把信递给了一旁的容夫人。你个不知廉耻的东西，你买给动物配种用的催情药，约三皇子是要干什么？先不说你不知羞耻的勾引自己的姐夫，就说这药粉的事情，你知不知道把这种东西用在人身上，一个弄不好会死人的。你这是要谋害皇子吗？你想死没人拦着，可你这是要拉着容家9族都跟着你去死啊！我没想害三皇子，我只想进三皇子府，早早给三皇子生个孩子。我以为这是让女子易受孕的药粉，都是那个大夫骗了我。做错了事还狡辩，我们平时就是这么教导你的。安姨娘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老爷夫人，三小姐年纪还小，她知道错了，就饶了她这一回吧。来人，把安姨娘拉下去，杖责30大板，然后发卖出去。
老爷，你不能这么对我，我好歹跟了你10几年，你不能这么绝情。就是看在以往的情分上，才没有把你直接打死。就看看你做的这事，只是发卖了你，就已经是便宜你了。爹，姨娘就是想让我嫁得好一点，我就是想嫁给一个有身份的男子，我们有什么错？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你想嫁得好一点没有错，你错的是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吗？你非要和自己的姐夫勾搭在一起，你们在一起也就算了，你怎么敢给三皇子下那种药的？要是三皇子出了什么事，咱们荣府以及整个荣家宗族上万口人都要被你连累的人头落地了，你还有脸质问我吗？你姨娘在背后帮你出谋划策，那不是在帮你，那是在要你的命，在要整个荣家全族的命。荣妃妃知道，她什么都知道，只是不甘心。荣大人对一旁的荣夫人吩咐道：“尽快把这个孽障送到庄子上去，一定要让人看见了，免得又惹出什么祸端来。”是，老爷。荣夫人也是恨死了荣妃妃，为什么非要和自己的女儿抢夫君，还差点害得荣府出事。第二天，荣妃妃就被送去了庄子上，随行的除了一个贴身丫鬟外，还有3个彪悍的婆子。到了庄子上，一定要让那几个婆子好好伺候三小姐。他们别的不会，但是搓磨人的手段是层出不穷，这个他们很在行的。荣妃妃生不如死的日子就要来临了。宋瑶瑶回到自己的院子，碧桃，我困了，想再睡一会儿。小姐，你不是上朝回来已经睡过回笼觉了吗？是啊，那出去了一趟，回来又要睡了。又困了。碧桃，你不知道吗？春困秋乏夏打盹。碧桃不由得瘪瘪嘴。二小姐明明就是懒，小姐，可是你冬天也这样啊。碧桃，你这就不知道了吧？冬天那叫冬眠。好了，你出去吧，不要打扰我。你家小姐，我要休息了。是。碧桃都已经习惯了二小姐的这些歪理邪说，她只听说过熊和蛇才会冬眠，没听说人也要冬眠的。宋瑶瑶就这样睡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小姐，家里来客人了，老爷让你去前厅一趟。家里来客人就来呗，又不是没来过，这不是有我爹在吗？叫我去干嘛？我不去。宋瑶瑶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了头上，准备继续睡。小姐，你还是赶紧起来吧。传话的小厮说，老爷说你要是不去，就让账房扣了你这个月的夜银。什么？扣自己的零花钱？这绝对不行。知道了，等会就来。碧桃走后，宋瑶瑶才问起了呱呱。呱呱，府里谁来了？宿主，是严宽那个老逼灯来了。他怎么来了？这人不是吐血昏迷了吗？这么快就醒了？宿主，可能老逼灯吐血的时候出血量没那么多，才醒得这么快。那还真是太可惜了，我以为他要嘎了呢，这怎么就好了呢？宿主，你就别想了，人家活得好好的。这是不是就应了一句话，好人不长命，祸害1000年？对了，呱呱，老逼灯来家里是干什么来了？不会是因为吐血的事找我和我爹，说是在宫门口被我们气的，想讹上我们吧？那可不行，我可没钱赔给他。宿主，你想多了，老逼灯这次上门是来赔礼道歉的。什么？赔礼道歉的？我爹是做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吗？让那个老逼登上门来道歉了？你爹好像什么都没做。这怎么可能？难道是老逼灯良心发现，欺负我这个小孩子不道德，才来上门赔礼的？就以老逼灯的德行，我怎么这么不信呢？宿主，信不信你自己可以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等宋瑶瑶到的时候，果然看到了严宽，他的旁边还放着2个大木箱子。小宋大人来了。怎么说严宽也比自己的官职高，他现在站起来迎接宋瑶瑶的态度，着实把宋瑶瑶吓了一跳。呱呱，这人吐了1次血，吐的脑子都不正常了吗？他怎么也是一个正4品的官员，这么热情的迎接我一个从6品的闲散小官干什么？这人不会憋着什么大招吧？听到这个心声，宋侍郎和严宽都咳嗽了起来。今天前来，严某是向宋侍郎和小宋大人赔罪的。早上都是我不好，不该胡说八道的，我特地带了一些礼物，希望你们能原谅我。刚才严宽已经有意无意的和宋侍郎通过气了，这2箱子礼物作为赔罪，就不要让小宋大人再拿他的那些是血话本子了，不然他以后别说在朝堂上立足了，估计出门就会被人扔臭鸡蛋烂菜叶了。宋瑶瑶还是防备着严宽。呱呱，严宽这个老逼灯不会憋着什么大招吧？宿主，他应该不会。呱呱，我看着这个老逼灯的笑，总觉得全身都毛毛的。听了宋瑶瑶的心声，严宽的脸都僵住了。不知道小宋大人喜欢什么，就准备了一些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宋瑶瑶伸头看了看木箱子里的东西，确实都是些小姑娘喜欢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小女孩喜欢的，确实挺值钱的，但是我不喜欢，我又不是小女孩。其实我还是更喜欢真金白银、银子、金元宝、银票这些，我都喜欢。听了这些话，严宽那个郁闷啊！今天早上他们剑拔弩张的样子，可到了下午，他一反常态，突然上门赔礼道歉，人家怀疑他也是无可厚非的。严宽从自己的袖袋里摸出来了一叠银票。小宋大人，
这些东西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要是不喜欢的话，我这里还准备了一些银票，你可以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呱呱呱呱，这人怎么知道我喜欢银票的？难道他能听到我的心声？宿主，你别老疑神疑鬼的好不好？这赔礼道歉，他准备的那2箱子东西，不知道小姑娘喜欢不喜欢，害怕不喜欢。另外准备些银票，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呱呱，你说的是真的吗？难道真是我大惊小怪，草木皆兵了？啊，宿主，你就放心收下吧。要是皇上知道是因为我的原因，让宋瑶瑶知道了新生被偷听的事，估计我就要完了。还好有呱呱帮着圆了过去，可真是吓死他们2人了。呱呱，我要是收了这么多的银票，不好吧？让人知道我刚上任第1天就收贿赂，会不会被人给参了？不会，1000两对你来说是挺多的，但还达不到这个朝代收受贿赂的标准。这个朝代据我所知，收1万两起那才叫收受贿赂，有的长辈给小辈的私放银子都会有这么多。这样啊，那我就放心收下了。这个朝代的官员都这么有钱的吗？1万两才算收受贿赂？现在当官的哪个府上没有几家庄子、几间铺子的？要是光靠他们的月俸，哪里养活得了一府的人？这倒也是。宋瑶瑶放下了戒备以后，眼睛亮闪闪的盯着严宽手里的银票。真的？这是1000两银票，还请小宋大人笑纳。看到这么多的银票，宋瑶瑶的态度一下子就变了。严大人，请坐。宋瑶瑶对着旁边的丫鬟说：“去给严大人换一盏新茶上来，再端一些厨房新做的糕点过来。”看到宋瑶瑶态度的转变，严宽的心也放下了不少。宿主，你不是要把老逼灯的事情写成画本子吗？现在还写吗？呱呱，咱们拿了人家的赔礼，就不要再叫人家老逼灯了，要叫严大人，知道吗？看在1000两银子的份上，我就不写画本子了。至于那2箱东西，让大姐挑一些自己喜欢的，剩下的都交给我娘处理。至于这1000两银票，那是我的，谁都不能拿走。哎，来对了，小宋大人终于放弃写画本子了。我是不担心其他官员出去乱说，今天是运气不好，被宋瑶瑶把底细扒了个干净。干明儿还不知道谁被宋瑶瑶盯上呢。这朝中有几个是干净的，今天他们可以去说我。干明儿我知道了他们的那些事，也可以出去到处说。所以今天下朝后，大家已经达成了共识，他们朝臣之间不会出去乱说彼此之间的那些事，只要他们搞定宋瑶瑶这个货源，不让他出去乱说就可以了。严宽走后，宋侍郎刚要开口，宋瑶瑶就警惕地捂着自己的袖带。爹，这1000两可是严大人赔给我的，你可不能抢一个小孩子的银钱。在你心中，你爹就是这种人吗？宋瑶瑶没有说话，没回答就是默认了。我没想要你的银子，我是想说，这2箱东西既然是严大人送给你的，那你就自行决定。爹，你早说啊，害得我紧张了半天。倒是爹的不是了，算了，谁让是自己亲生的，抬着箱子赶紧滚吧。好嘞，大姐，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瑶瑶，你哪来的这些东西？有人上赶着送给我的。大姐，你别不信，这些东西真是别人上赶着送给我的，不收都不行。我给你说啊。接下来，宋瑶瑶就把早上和严宽在宫门口发生口角的事，全部和宋清灵说了一遍。大姐，你说严宽这人脑子是不是有问题？早上才和我们吵完架，到了下午也不知道脑子哪根筋不对了，就带着东西来上门赔礼道歉了。听了前因后果，宋清灵已经猜出瑶瑶可能爆料了严大人的什么大瓜，人家才不得不上门求和的。大姐，我挑了这些适合你的，你都留着吧。既然瑶瑶说适合，那我就留下了。娘，这2箱子东西你看着处理吧，我们拿了一些，剩下的都在这里了。我听说你今天还得了1000两银票，这是哪个多嘴的，这么快就告诉娘了？那都是我的。你一个小姑娘要那么多银钱干什么？我有用。你有什么用？反正我有用。宋瑶瑶说完这话，拔腿就跑。宋瑶瑶赶紧跑回房间藏银票，一边在心里骂骂咧咧：呱呱，你个垃圾系统，人家的系统都有空间，有储物功能，你什么都没有。你看看现在要怎么办？这银票要藏去哪里？宿主，呱呱现在等级太低，以后等级高了，什么都会有的。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升级？这个呱呱也不知道。说你是个垃圾系统，你还不承认？一问3不知。宿主，我很有用的。行了，先帮我看看银票藏在哪里吧。在呱呱的帮助下，终于藏好了银票。藏好银票后，宋瑶瑶才打开了门，走了出去。门口站着一脸担忧的碧桃。小姐，你没事吧？我没事，我能有什么事？碧桃，这是赏给你的。谢小姐赏赐。起来吧，不要动不动就跪，没人的时候，这些虚礼就免了。是。
宋瑶瑶一副拽的258万的样子。碧桃，好好伺候你家小姐，以后好处少不了你的。是。吃过晚饭，宋瑶瑶早早就上了床，闭上眼赶紧入睡，还得早早起来上朝。第二天上朝的路上，大家看到宋侍郎父女俩，大臣们都没有上赶着凑上去找不自在。昨天严大人招惹了这丫头，听说赔了2箱子东西，外加1000两银票，这事才算过去。招惹了这丫头，那可是要破财的。今天一上朝，有人就站了出来。陛下，最近江南一带连续降雨，造成很多河段的堤坝被洪水冲塌，死伤惨重，家园被冲毁，河道两岸的千亩良田被淹没。户部尚书臣在。现在国库还有多少银两？10万两。怎么会这么少？皇上，前段时间给边将军引拨了20万两，紧接着修缮皇宫又花了5万两，还有……你不必说了，朕知道了。现在国库只有10万两白银，要是把这些银子都拿去救灾的话，那万一国家要有急用银子的地方，要去哪里弄银子？大殿里没有人说话，都在等皇上的决策。此时落针可闻，宋瑶瑶本来一直在记录，忽然没了声音，抬头看了看，每个人脸上都是忧愁之色。呱呱，这是怎么了？怎么就没人说话？宿主，还不是穷给闹的，现在国库的账户上只有10万两白银了，如果都拿去救灾的话，那万一国家急用银子的话，这不就麻爪了吗？呱呱，朝廷这么穷的吗？我估计有的大臣府里都比国库要富有。宿主，你猜的还真不错，下面站的这群人里可有一头大肥羊呢。人家的家底，别说解决这次江南水患了，就是养30万的军队，连续养30年都不成问题。本来皇上还在为银子发愁，可是突然听到了宋瑶瑶的心声，他想知道这头肥羊是谁。下面的这些大臣们那心思坦荡的，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看来有瓜要吃了。呱呱，你说的是真的吗？真的那么有钱吗？那人是谁啊？好的，宿主，那只最肥的羊就是正2品的神武大将军轩辕策。什么？这只肥羊竟然是一个武将？此刻众人都把目光都投向了轩辕策，大家也都没有想到轩辕策会这么有钱。皇上听到轩辕策名字的时候明显愣了一下，他怎么都没想到这个肥羊会是轩辕策。不错，谁都没有想到天凤王朝最有钱的官员是一个武将。这还要从轩辕策的出身说起。轩辕策原名司空策。朝臣们听到这个姓氏的时候，齐齐脸色大变。司空是前朝的国姓，站在轩辕策后面的武将，趁轩辕策还没有反应过来，上前一步点了他的穴道。轩辕策可是武将，而且武艺超群，这要是惹急了他，在大殿上大开杀戒就完了。呱呱，我记得司空好像是前朝的国姓，这个轩辕策难道是前朝余孽？宿主，你猜的不错，他原名司空策，他是前朝皇上司空敬和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钟离雪所生的儿子。钟离雪是一个7品官员家的庶女，钟离雪的身份地位太低了，司空敬不想让她进宫，把她养在了外面。司空敬每个月都会找理由出宫和钟离雪幽会，就这样他们有了司空策。司空敬虽然是个庸才，但是对钟离雪母子是真的好，还一直计划着除掉后宫的那些女人，找个合适的机会把他们母子接进皇宫。可是天不遂人愿，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司空敬觉察到了不对劲，命人偷偷把国库里的东西都运出了皇宫，藏在了深山里，并绘制了一份藏宝图。呱，这司空敬是觉察到了大势已去才转移国库的吗？是的，宿主，国破的那一刻，司空敬交代暗卫带着藏宝图去找钟离雪母子，让他们母子好好活下去。司空敬死后，他的那些妃子和孩子们全部都被处死了。之前除了一个暗卫和自己的贴身太监之外，没有其他人知道他们母子的存在。那个贴身太监，司空敬害怕他乱说在自己自枪前，就把他弄死了。那个暗卫拿着藏宝图去找钟离雪母子，倒是活了下来，护送钟离雪母子离开了京城，在偏远的村子里，他们隐姓埋名活了下来。那时候司空策也就只有4岁。那个暗卫给自己起名轩辕彻，司空策改名轩辕策，钟离雪改名离雪。钟离雪得知司空敬自枪后一病不起，但为了司空敬的临终遗言，还是强撑着身体。在司空策10岁那年，钟离雪又司乘疾离世了。司空策的武功很高，都是那个轩辕彻手把手教的。呱呱，那个轩辕彻作为一个暗卫，倒是很忠诚。是啊，宿主，轩辕彻一直想着给司空敬报仇，在司空策12岁的时候就让他去参军了。司空策凭借着自己高超的武艺，一步步在军中崭露头角。当时的神武大将军石明，他看中了司空策，收他为徒，尽心尽力地教导他战术和谋略。司空策很快在军中站稳了脚跟。司空策来军中的目的就是冲着兵权来的。于是在一次战役中，石明受了重伤，司空策趁机在背后放冷箭，石明当场死亡。司空策害怕别人怀疑到他身上，于是在自己胸部狠狠扎了一刀。大家看着他受了这么重的伤，也就没有人怀疑他。那场战役虽然死亡惨重，最后天凤王朝还是取得了胜利。石明一死，司空策继任神武大将军之位。
这司空策也是个狠人，为了达到目的，差点就把自己给弄死了。司空策这样的人实在太可怕了，杀了自己的师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对自己下手也这么狠，想想我都觉得毛骨悚然。话说，石明就一点都没发现司空策的狼子野心吗？司空策平时伪装得很好，见了谁都一副谦逊有礼的样子，根本就没有发现异常。你就看看这朝堂之上的大臣，乃至上面坐着的皇上，不是也被他的外表给欺骗了吗？呱呱，司空策的家底除了那份藏宝图之外，还有其他的吗？有的，轩辕彻前几年假死，离开了众人的视野。其实他偷偷暗中在帮司空策打理他的产业，酒楼、青楼。对了，司空策在边疆那里发现了一个金矿，根本没有上报朝廷，已经私自开采了起来，用冶炼出来的金子已经囤了5万的私兵了。什么？他还有个金矿？这朝廷穷的都揭不开锅了，没想到司空策却有一个金矿，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要是这些金子能充盈到国库里就好了，皇上也不会这么发愁了。当宋瑶瑶说到把黄金充盈到国库的时候，不管是皇上还是大臣都非常赞同他的话。司空策听到这里，怨毒地盯着宋瑶瑶。呱呱，我怎么感觉全身都凉飕飕的，就像被毒蛇盯上了一样。宿主，你是不是昨晚睡觉踢被子了，现在感冒了？没有，我确定自己身体很健康，没有生病。呱呱，你知道司空策的所有产业吗？还有那个金矿的位置在哪里吗？对了，还有那份藏宝图藏在哪里，你知道吗？知道。呱呱，我记录下来后，再想办法把东西交给我爹。就我爹对皇上的忠心程度来看，肯定会把东西交上去的。好吧。本来皇上还担心大庭广众之下新生会暴露那些产业、藏宝图、金矿的地址，没想到宋瑶瑶会有这样的安排。呱呱，轩辕彻是个危险分子，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他最近就在金矿那边，最近新出了一批黄金，轩辕彻准备把那批黄金运到京城来，好交给司空策，用于笼络朝臣。呱呱，他们押送黄金的路线，一会儿回府后你也告诉我，我记录下来也一并交给我爹。好的，宿主。对了，司空策府的后院有一座假山，那座假山下面有一间很大的密室，里面藏的是上百箱金元宝。哇塞，这司空策还真是富得流油啊！是啊，宿主，人家手指头缝里露一点出来，都够普通大臣府上养活一府的人了。宋瑶瑶一抬头发现不得了了，呱呱，今天这些朝臣们很不对劲啊！你看看司空策的周围，一个文官都没有了，全都是武官，而且这3品武官竟然站到2品的司空策前面去了，这很不合理啊！这是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大事吗？这个呱呱也不知道啊。呱呱，除了司空策愤怒地瞪着我，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我这边。我是干什么了？我是挖了司空策家的祖坟了吗？还是抢了他娘子小妾了？他要用那种怨毒的眼神盯着我。再瞪，你还敢瞪？我可是很记仇的，我80米的大刀呢，我是打不过你这个前朝余孽，但我可以背地里搞你。呱呱，回府后你就把司空策这个前朝余孽的事，以及他的财产，还有那些和他有牵扯的人都告诉我，我全部都要记录下来。好的，宿主。呱呱，这个司空策是不是有病？一直盯着我，再盯着我，我就挖掉这个前朝余孽的2只眼珠子当灯泡菜。这个死变态，老盯着我干什么？是不是昨晚他的那些小妾不够卖力，没有伺候好他，让他才会这么欲求不满的？宿主，你想多了，人家那就是单纯的看你不顺眼在瞪你呢。这眼神看得我毛毛的，像是要吃了我一样。对了，呱呱，今天的早朝怎么还不结束啊？我感觉就像过了1个世纪一样漫长。世纪，1个世纪，那是多长时间？宿主，今天的早朝确实时间挺长的，这都快1个时辰了。大家都只顾着吃瓜了，还真把时间给忘了。皇上使了个眼色，王公公这才说道：“有事启奏，无事退朝。”其他朝臣们都散了，只有司空策和他周围的那些武官还一动不动的，包括皇帝都没有离开大殿。大殿里人都走了，皇上大手一挥，拿下！几个武将直接就把司空策压制住了。司空策的武功太高了，皇上害怕有什么意外让人给逃了，立马下令打断了他的双腿。你这个老东西，要不是那个死丫头，你还被我蒙在鼓里呢，你就是个蠢货。司空策还想再骂，已经被人卸掉了下。司空策这个前朝余孽被押进天牢，不准任何人接近。宋瑶瑶回到府里，直接回了自己院子，第一时间就在桌子上写了起来。半个小时以后，宋瑶瑶悄悄来到宋侍郎的书房。呱呱，今天这周围怎么一个小厮都没有？为了宋瑶瑶行动方便，今天书房周围的小厮都被宋侍郎给打发走了。呱呱也不知道啊，宿主，趁着现在周围没人，你赶紧把东西放你爹书房门口吧。好。宋瑶瑶把东西放门口后敲了几声，随后转身就跑了。没有发现异常后，宋侍郎这才看到了地上的信件，捡起来。宋侍郎看了看信件上的内容，确定是皇上想要的东西后，立马把东西交给了书房里皇上派来的暗卫。暗卫拿着纸条，立马回到了皇宫。皇上看着纸条上的内容，下达了一系列的旨意。宋瑶瑶还不知道，他写的东西这么快就到了皇上手里。宋夫人看着这样的宋瑶瑶，
头又疼了起来。这么大的姑娘了，吃饭哪有大家闺秀的样子？每次吃饭都像了死鬼投胎一样，说了多少次了？娘，这样吃饭才香，不快点吃就没有吃的了。宋瑶瑶这样吃饭，还是前世在部队里锻炼出来的。大家吃饭都是这样的。吃完饭，宋瑶瑶回到自己的院子，就传来了呱呱的声音。宿主，呱呱要升级了，可能暂时没法和宿主联系了。呱呱，你升级需要多长时间？这个呱呱也不知道，应该很快的。这样啊，好的，你去吧，我很期待升级后的呱呱呢。我也期待升级后和宿主再次见面。之后，呱呱就没有了声音。宋瑶瑶躺着休息放空，忽然想起了今天司空策那骇人的眼神，心里还是毛毛的。宋瑶瑶回想了一下，自己也才上班第2天，除了第1天的时候和严宽起过冲突外，就没有得罪过其他人。司空策那样恨不得杀了自己的目光，是闹哪样？不行，得想办法，要保住自己的小命呢。可是除了一身医术，也没有别的本事了。都说医毒不分家，上辈子因为感兴趣，还研究并配制过毒药的，现在这门手艺正好派得上用场了。想到这里，宋瑶瑶找来纸笔，在上面写了起来。碧桃，跑一趟医馆，把我需要的这些药材都买回来。是。先睡个回笼觉吧，睡醒了，碧桃应该也回来了，到时候就要集中精神配制毒药了。等宋瑶瑶再次醒来的时候，习惯性的呼叫呱呱。呱呱，现在几点了？忘记了，呱呱去升级了，联系不到呱呱，总觉得生活失去了很多色彩。没事的，没事的，呱呱是去升级了，不是死了，他很快就会回来的。碧桃，小姐，让你买的东西都买到了吗？都买齐全了，一共花了280两银子，还剩20两。好，把买回来的东西都送到我房里来。是。碧桃把买来的东西都拿到了房间里，包括那剩下20两银子。出去吧，任何人都不准打扰我。最先要配置的就是10香软骨散。10香软骨散，中药者药性一发作，顿时全身筋骨酸软，得过数日后才能行动如常，但内力却还是半点都发挥不出来。中毒后，倘若第2次再服毒，立时血逆气绝，无药可救。其次就是化湿粉，化湿粉粘在完好的皮肤上，绝无危害，但是一碰到血液，半个时辰内中毒之人必将化成一滩血水。感觉自己想配置的毒药实在太多了，难得自己动一次手，还想再做一些治病救人的药以备不时之需用，比如加强版的止血药粉、麻沸散、固本培元丹、可解百毒的百毒丹。想配置的救命药也太多了，但是只能先挑最重要的几样药配置出来，其他的等以后慢慢再配。宋瑶瑶就这样，每天除了上朝就待在自己的屋子里忙碌着，转眼3天时间就过去了。宋瑶瑶已经配置出了10香软筋散、化湿粉、止泻药粉、百毒丹，时间太短，宋瑶瑶也只能先配置出这些来，其他的以后再慢慢配置。宋瑶瑶正想试一试药效的时候，这天晚上遇到了刺杀。宋瑶瑶看着杀手，我了个豆，他妈的我干什么了？这么招人恨吗？虽然不知道是谁要杀我，但是这杀手都送上门来了，正好拿你试试药，闪开！宋瑶瑶拿起手里的10香软骨散，就朝着杀手扔去。杀手只看到一个瓶子丢了过来，想都不想，直接就一剑劈开了，药粉瞬间飘散开来。当杀手看到粉末的时候，已经倒成一片。宋瑶瑶这边的人在看到宋瑶瑶捂着口鼻，他们闪开的时候也捂住了自己的口鼻。你个卑鄙小人，竟然用毒！你们3个人来杀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女子，你们就不卑鄙了？只许你们杀人，就不许我反抗了。再说你们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手上不知道沾染了多少无辜的人命，我用得着和你们这些魔头讲君子之道吗？他们现在中了药，全身筋骨酸软，说话都很艰难，更别提自杀了。宋瑶瑶走到了杀手跟前，狠狠踹了那个杀手头子几脚，就在他身上摸索了起来。大家都懵了，这是什么操作？小宋大人有些生猛啊，这是看上杀手头子要非礼人家了。这是我们不花钱就能看的吗？瑶瑶，你干什么呢？爹，你别拦着我，我听说杀手们都很有钱，杀一个人可有不少进账呢，我就想借2个钱来花花。他们还以为小宋大人是要对人家，宋侍郎现在才发现自己的这个小女儿是这么的贪财。你在一旁等着，这事让别人来做。好，宋瑶瑶这才退到了一边。头发、里衣、鞋子、袜子里面都要搜一遍。对了，裤衩子也不能放过。宋瑶瑶，你给我住嘴！好像谁没有裤衩子一样，还不准我说了。你个无耻小人，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何必要这么侮辱我们？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惹了你姑奶奶我，还想痛快的去死，做什么美梦呢？你们现在就是那砧板上的鱼肉，我想怎么就怎么。你再骂我，我第一个就让你做太监。李大人，这几个刺客什么都没有搜到。哎，现在的刺客这么穷的吗？宋大人，这杀手怎么办？爹，这些人能直接弄死吗？这些人应该也是直接派出来做任务的，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雇主是谁，就算严刑拷打，估计也问不出什么来，索性杀了就杀了吧。这事尸体要怎么处理？爹，尸体我能处理，
你要怎么做？爹，除了那个杀手头子，其他杀手把他们打晕。宋瑶瑶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瓶药粉，朝着杀手头子走去。妖女，你要干什么？妖女，谢谢夸奖，不过没有奖励哦。至于干什么，你很快就知道了。宋瑶瑶捡起地上的剑，就在他的胳膊上划了下去，还不等杀手头子惊呼，宋瑶瑶就把药粉倒了上去。你做了什么？你不是说要杀药寡悉听尊便吗？我这不是满足你的要求吗？我新配制出来的药粉，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正好用你来试试。片刻后，杀手头子渐渐的化成了一滩血水，看得在场所有人都头皮发麻。他们现在才知道宋瑶瑶为什么让人把其他杀手打晕了，这样让他们看到这么可怕的场景，想想那就是自己的下场，还不使劲了。瑶瑶，这是什么药粉？这是化尸粉，它粘在完好的皮肤上没有任何危害，但是一碰到血液，半个时辰内中毒之人必将化成一滩血水。这东西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处理尸体真不错。剩下的事就不需要宋瑶瑶来做了。和宋侍郎打过招呼后，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这边发生的事情有暗卫已经进宫向皇上去禀报了。宋瑶瑶泡了个澡，刚爬上床榻就传来了呱呱的声音。宿主，我回来了。听到呱呱的声音，宋瑶瑶一下子就来了精神。呱呱，你可算回来了！没有你的这几天，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色彩。宿主，你说的是真的吗？那当然了，呱呱，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呱呱，你赶紧和我说说，你升级后有没有增加一些新的功能？宿主，你别着急，我慢慢和你说。这次升级，呱呱连升2级，现在呱呱已经3级了。升级后新增加了2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开通了视频直播功能，以后宿主吃瓜的时候直接就可以看视频了。另外，吃瓜的距离也升级到了30米。第二个功能就是对宿主的保护，有人要攻击宿主的时候，系统会开启保护模式，宿主会被一层屏障保护起来，攻击你的人都会被屏障反弹回去，他们发出的攻击力也会反噬到他们自己身上。宋瑶瑶真是越听眼睛越亮。呱呱，这2个功能真的太实用了，而且吃瓜的距离也变长了，这样就能吃到更多人的瓜了。确实很实用，我刚升级完回来就知道了宿主遭遇刺杀的事，之前我还不明白为什么我升级后会出现了对宿主的保护功能，现在终于明白了，有了这个功能，宿主再也不用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担忧了。呱呱，要是遇到这个世界上顶尖的高手，这个功能也可以万无一失吗？这个宿主可以放心，绝对没有问题。那可真是太好了，我感觉自己最近就是衰神附体，莫名其妙的被人追杀。呱呱，你知道吗？今晚遇到刺客，要不是我提前准备了10箱软金伞，关键时刻要倒了他们，你现在可能都见不到你聪明可爱、美丽大方的宿主了。宿主，你别害怕，一切都过去了，以后没有人再能威胁到你的生命了。对了，呱呱，你怎么就突然升级了？是遇到什么契机了吗？宋瑶瑶从出生，呱呱就跟着她，这都过去10几年了，呱呱都没有升级过。之前我的能量不足，可是那天我的能量条突然就拉满了，而且能量还超出来很多，然后就提示我要升级了。我想了想，我除了和宿主一起吃瓜外，好像什么也没做啊，那就奇怪了，怎么会突然能量条就爆满呢？这个呱呱也不知道。其实那天，宋瑶瑶和呱呱爆出了司空策的秘密，挖出了他前朝余孽的身份，这就避免了将来司空策造反会造成生灵涂炭、浮尸千里的场面。宋瑶瑶和呱呱无意中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这是一份大功德，这才有了呱呱的能量条爆满和升级。应该是有什么契机的，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算了，想不明白暂时就不想了，来日方长，我们以后总能发现的。宿主说的对，咱们不急，以后总会发现的。2天刚一上朝，皇上就公布了司空策的前朝余孽的身份，并罗列了他一系列的罪证。呱呱，看来我写的那张纸条我爹是交给皇上了，这办事效率还挺迅速的。宿主，那可是皇上，一国之君，办事速度能不快吗？呱呱，轩辕彻被抓住了吗？没有呢，皇上派人去金矿那里的时候，轩辕彻凭着高强的武功逃了。宋瑶瑶不由得紧张了起来，轩辕彻那可是个危险分子，要是让他给逃了，以后还不知道做出什么报复的事情来。呱呱，轩辕彻现在藏在哪里？宿主，我打开直播画面，你自己看。大家不明白什么是直播画面，但很快他们就知道了。只见宋瑶瑶的头顶上出现了一块屏幕，随后屏幕里就出现了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只见男人一身乞丐装，态度卑微的在城门口乞讨着。这轩辕彻还真是拿得起放得下，简直就是快做特工的料，只是跟错了人。是啊，宿主，轩辕彻本来就是特工出身，那个司空镜还真是好命，遇到了这么一个忠心耿耿的属下。呱呱，轩辕彻这是已经混到京城来了？是的，宿主，此刻他就在南门的乞丐堆里。听了这话，皇上立马对王公公耳语了几句，派大内高手秘密去捉拿轩辕彻了，留着这人绝对是一个祸患，这次一定要拿下他。这段时间皇上一直在忙司空策的事情，司空策的所有东西都已经掌握在了皇上手里。
呱呱，你升级后新增加的这个视频直播功能不错，吃起瓜来一目了然。那是，我可是宇宙无敌最强的吃瓜系统。宋瑶瑶无精打采地记录着上朝的内容，都快睡着了。宿主，看你没精打采的样子，呱呱给你抱个大瓜怎么样？赶紧说，好多天都没吃新鲜瓜了。一听有瓜吃，官员们个个都精神了起来。不过他们也在心里不停地祈祷，一定不要是他们的瓜。宿主，我已经找到了相关的资料。宋瑶瑶头顶上的屏幕中出现了一个男子，大家一眼就认出了他，正是正三品的门下侍郎于凌天。随后官员们都把目光投向了他。这于凌天可是京中有名的好夫君，难道他的美名都是假的？宿主，这个于凌天就是个伪君子。伪君子？不会吧？宿主，你听我说，于凌天是状元出身，娶了中书令的嫡女孔诗雅，当时就以于凌天的身份能娶到孔诗雅，那简直就是祖上烧了高香了。那是，就光凭他状元的身份，想娶高门贵女，确实是祖坟冒青烟了。刚开始于凌天和于家人也是这么觉得，可是1年后，孔诗雅的肚子一直都没有动静，于家人就已经不满了，但对于家人的不满都被于凌天压了下来。我怎么觉得这个于凌天根本就是害怕孔诗雅的娘家中书令府呢？宿主说的不错，3年后，孔诗雅的肚子依然没有动静，于家人对孔诗雅的不满达到了顶点，包括于凌天也是，他早就没了刚开始对孔诗雅的爱意，但碍于中书令府他不敢发作，因为于凌天当初娶孔诗雅的时候，给中书令孔大人再三保证过，他这辈子不会纳妾，只会有孔诗雅这么一位妻子，孔大人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只是于家人没有想到孔诗雅不能生育，他们一家再三商量后，决定给于凌天养一个外室，到时候外室怀孕生下的孩子，他们就可以以收养的名义把那个私生子放在孔诗雅的名下养着。这于家和于凌天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舍不得中书令府这座靠山，又想要孩子，真不要脸。孔诗雅要是把那个私生子记在了自己名下，长大后要是个感恩的那还好，要是个白眼狼，一包砒霜下去，孔诗雅立马就断气了，随后一把火烧了他的院子，到时候对外说家里走水了，嫡母没有跑出来被烧死了，这就是典型的毁尸灭迹。到了最后，因为嫡子的身份，那个孩子还可以继承孔诗雅的所有嫁妆，也能得到中书令府的帮扶。过个1年半载，于凌天再把那个外室接进府里，他们一家3口终于可以团聚了，这是多么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啊！我呸！于凌天这种渣男就该去死，到处立深情人设宠妻的名声，传的京城到处都是，真够恶心的。孔诗雅就是这一家3口的踏脚石。好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孔大人气得攥紧了拳头，他恨不得现在就弄死于凌天这个人渣。于凌天听了宋瑶瑶的话，脸色苍白，他知道自己完了。宿主，你不要激动，你说的这些都是还没有发生的事。就算没发生，想想都知道后续了。这孔诗雅和中书令府简直就是大冤种。宿主，你先别激动，我这还没说完呢。于凌天在外面养了3房外室。什么？养了这么多？哈哈哈！宿主，于凌天为了生孩子，时常晚上找理由外出，对孔诗雅说要去赴约同僚间的聚会，实际就是去了3房外室那里。他时常跑完这1房外室，接着又去跑另1房外室，他都是雨露均沾。宋瑶瑶抬起头看了一眼于凌天，看把他晚上给忙的。呱呱，我刚看了一眼于凌天，他现在脸色苍白，就像鬼一样。我知道他为什么脸色这么苍白了。为什么？天天这么赶场子一样的造啊，肯定是被那几房小妖精榨干了精气。你看看他那个样子，也不怕马上疯，死在女人肚皮上，别到时候娃没生出来，先把自己玩死了。宿主，这你就错了。3房外室里，其中1房已经给于凌天生了一个孩子，孩子已经3个月了。于家和于凌天这段时间正在计划着要怎么让孔诗雅同意收养那个孩子呢？不知道这于家和于凌天要演绎出什么大戏来让孔诗雅同意。宿主，还有啦，那孩子其实不是于凌天的，是那个外室和别人生的。老天奶，到底是怎么回事？赶紧和我说说。那个外室是3个外室里最早跟着于凌天的，跟了于凌天那么久，她一直都没有怀孕，害怕于凌天甩了她，于是就找到了自己的旧情人，说了自己的处境。那个旧情人一想到自己的孩子会被认作朝中3品大员的儿子，还能被中书令府认作外孙，那他以后还不跟着一起过上好日子？两人一拍即合就滚到了一起，没多久那个外室就怀孕了。哈哈哈，还真是恶有恶报。其实不是孔诗雅不能生育，事实是于凌天自己没有生育能力。你看看跟着他的4个女人，除了1个给他戴了绿帽子生了孩子外，其他3个都没有怀孕，就知道是于凌天不行了。宋瑶瑶抬头不由得看了一眼于凌天，原来不是妻子的问题，一直都是自己的问题。视频里出现的那3个外室长相实在是太普通了，也不知道于凌天是怎么下得去嘴的。为了生孩子，于凌天是一点都不挑啊。凌天再也承受不住，直接一口血喷了出来，直挺挺吞了过去。宿主，于凌天晕倒了。
我就说他每天晚上少干点，那事也不会被女人炸得直接晕了过去，活该。大家听了这话，也觉得是于凌天活该。来人，把于凌天抬下去。呱呱，你知道这3个外室住在什么地方吗？柳树胡同8号、杏花巷28号、翡翠巷16号。这3个地方离得可不近，于凌天每天晚上赶场子的去每个外室那里，那时间可真够赶的。呱呱，我怎么觉得说于凌天不行，好像不太恰当呢？应该说肥沃的土地是有了，是他这头离地的牛不行呢。这个死丫头是不能要了，回去一定要家法伺候。宿主，好像是这样。终于挨到了下朝。爹，慢点儿跑。爹，咱们走慢一点，我有事和你说。什么事？爹，刚才朝堂上，皇上说那个逆贼轩辕彻还没抓到，我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你知道灯下黑吗？我觉得轩辕彻应该跑来京城了，而且躲在咱们根本想象不到的地方，你觉得呢？我会向皇上禀报的。爹，那你去见皇上，我在宫门口等你。好。我真是太聪明了。到了宫门口，宋瑶瑶坐在自家马车里在等宋侍郎。宿主，好戏开场了。中书令孔大人下朝后回到府里，带人冲到了柳树胡同8号。于凌天的外室，这是被中书令孔大人发现了吗？真是太好了，就是要好好的收拾那个死渣男和那个不要脸的小三。我爹怎么还不回来？我想去看现场。这宫门口离柳树胡同不知道远不远，靠我这2条腿跑过去看，不知道行不行。你爹还没出来呢。据我所知，柳树胡同离这里乘马车至少要1个小时，我可以给你现场直播，你何必要亲自跑到现场去看呢？那不一样，在现场看那种氛围更加刺激，更加有代入感。那直播你还要看吗？要的，不能去现场看，也只能将就看直播了。好的，宿主。只见中书令孔大人的身后，呼呼啦啦带着一大群人冲到了柳树胡同8号。你们是什么人？这位爷，你们是不是认错了人？没有找错人，叫你家主子出来。我这就去叫主子出来。那个年轻女子看到中书令孔大人的时候，眼睛明显瑟缩了一下。各位来这里是有什么事情吗？从你刚才的眼神看得出来，你是知道我是谁的。既然你知道，我也就不和你拐弯抹角了。想算计中书令府和中书令府的小姐，你还是太嫩了。想让我们给你和你的奸生子铺路，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你这样的女人，和别人无媒苟合，就该被进猪笼。来人啊，把这个女人和那个奸生子送去见官，让官府好好处置这个荡妇。是。天凤国虽然民风开放，但对于这种女子，还是惩罚非常严重的。你们不能这么对我，我好歹给于大人生了一个儿子，于大人是不会放过你们的。你确定那个奸生子是于凌天的？我不妨告诉你，于凌天得知你给他戴了绿帽子，还让他帮你养野种，已经在朝堂上吐血气昏了过去。完了，事情败露，没有人会来救他了。孔大人转身就走了出去，转身准备去第2家。呱呱，这就完了？我还以为能看到撕逼大战呢。这种碾压式的虐渣真没意思，我喜欢看扯辫子、扇巴掌的那种撕逼。宿主，中书令孔大人去了翡翠巷，孔夫人知道于凌天有3个外室后气疯了，现在带着一众丫鬟婆子直接去杏花巷了。真的，女人应该可以撕起来，我要看女人们的撕逼大战。我爹怎么还没来？急死我了。宋瑶瑶的心声刚落，就传来了宋侍郎的声音：瑶瑶，爹，你回来了，我们可以回去了吗？走吧。爹，我想去杏花巷那边。你去那边干什么？听说那边新开了家点心铺子，我想去看看。你听谁说的？总之我就是听说了。爹，你就让我去吧。爹，好不好嘛？宋瑶瑶撒娇卖萌，各种招数都用上了，宋侍郎才松口。好。马车刚一停，不等宋侍郎说话，宋瑶瑶已经跳下了马车，朝着杏花巷28号跑去。刚挤进去就看到一个雍容华贵的夫人正在左右开弓的扇巴掌。这是亲自上场撕逼了。大娘，这是发生了什么事？这个贵妇人是孔夫人，这个被压着打的是中书令女婿于大人的外室。以前我们可听说了，于大人就算自己的妻子几年无所出，还是一如既往的对她痴心不改。府里没有妾室，也没有通房，我们当时还夸于大人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夫君，真没想到于大人偷偷养了外室，听说还养了3房，这只是其中1房。真的？是真的，就该把这几房不知道廉耻的外室都弄死。碍于于凌天朝廷命官的身份，百姓们不敢议论他，但是对于这些外室就没有顾及了。和大家一起吃瓜的感觉果然不一样，刺激！现在孔夫人扯着那个女人的头发左右开弓还不够，还在那个女人身上掐几把抓几把，这让人看着就爽。你这个骚货，不是喜欢勾引人吗？虽然长得不咋的，但狐妹子功夫了得，以防万一她再继续欺骗其他男子，还是画花了她的脸来的稳妥。脖子上前架起了那个女子，正准备下手，又被孔夫人叫住了。停！我想了想，还是直接刺字，就刺荡妇2个字，刺好后给伤口倒上蜂蜜，再抓一些蚂蚁来放在她的脸上，哈哈哈。是。闹结束了，人都散了。孔
孔夫人这时候才看到了人群中的宋瑶瑶。小宋大人，孔夫人你好。小宋大人，你怎么来这里了？我是和我爹一起过来这边的，正好看到这里围了很多人，我就过来看看，没想到就在这里遇到了您，还真是巧啊。看热闹被正主抓了正着，没有比这更尴尬的了。小宋大人，我府里还有个小女儿，年纪和你相仿，有空了你可以来我们府里玩。好，府里还有一堆事务要忙，赶明儿我有空了，我一定和夫君上门拜访。上门拜访是一定要的，要不是宋瑶瑶爆料了这些，他们还不知道要被于凌天那个狗东西欺骗成什么样子呢。宋瑶瑶赶紧走到了自家马车跟前，爬了上去。点心买到了，新开的点心铺子没有找到，下次还是让家里的婆子来买吧。回府。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我们都已经吃过早饭了，就剩你们2人了。娘，我和爹去杏花巷那边准备买些糕点回来，可是没有找到那家铺子，我们就回来了。宋夫人没有说话，把目光投向了宋侍郎。宋侍郎摇摇头，没有说话。虽然这孩子馋了些，但是让他跑那么远去买点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我吃饱了，先回屋了。到底怎么回事？宋侍郎叹了口气，才把今天朝堂上发生的事说了一遍。下朝后，瑶瑶非要去杏花巷，就是去看热闹的，所以才回来晚了。他要去，你就带他啊。你也不是不知道瑶瑶的那个脾气，我根本就拦不住。这孩子一身的反骨，以后可怎么办啊？到了下午，左谏议大夫荣嫔携夫人一起来到了宋府。宋侍郎夫妇和荣嫔夫妇在聊着天，宋瑶瑶坐在那里没有再说话，他们聊的话题自己插不上嘴。我们带了一些礼物过来，还请你们收下。随后荣夫人又从自己的袖袋里掏出了一叠银票，递到了宋瑶瑶面前。也不知道那些礼物小宋大人喜欢不喜欢，要是不喜欢的话，就用这些银子买些自己喜欢的。荣夫人这使不得，收下吧，和我们荣氏全族的性命相比，这些算不了什么。谢谢你们的提醒，我们才能及时阻止那个孽力行动，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们要是不收，我们在心里过意不去。宋瑶瑶拿着一大叠银票，心里美翻了天。没想到一次的善心竟然有这样的回报。等人走了，宋瑶瑶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荣大人夫妇带来的礼物，大多都是些适合10几岁小姑娘用的东西。这些东西自己留下1、2件，给大姐也挑出来几件，剩下的就让娘来处理吧。宋瑶瑶准备刚要跑，跑什么？我没跑。交出来。什么？不要和我装糊涂，银票交出来。什么银票？娘，我没拿你的银票。宋夫人做了好几个深呼吸。宋瑶瑶，少给老娘装糊涂，荣夫人给你的银票交出来。娘，能不能给我分一点，就一点点。先把银票交出来，根据情况再定。好吧。宋瑶瑶不情不愿地掏出了银票，宋夫人看她那个不情愿的样子，一把将银票抢了过去，然后数了起来。宋瑶瑶不甘地伸着脑袋，盯着宋夫人数钱的动作，好半天才数完，每张都是100两的面额，整整50张，也就是整整5000两。好多银子。娘，你看这么多的银票，你能给我分多少？给你。这也太小气了，娘，5000两你就给我100两，这也太少了点吧？就这么多，你不要拿回来。谁说我不要了？就算是蚊子腿，那也总比没有好。既然那么多银票都已经被老娘收走了，给大姐他们也谋点福利吧。别人来感谢我们，这是好事。娘，你能不能给大姐、大哥、二哥每人都发100两银票，也让他们高兴高兴？这次就依你，给你，你们兄妹4人1人100两。宋瑶瑶接过银票离开了。这孩子手里已经有几千两银票了，不能再给他了。这些银票都攒起来，以后给他留作嫁妆。宋瑶瑶直接去了大姐宋清灵的院子。小妹，你这是怎么了？大姐，娘，他竟然抢我的银票，整整5000两啊！大姐，你说我买块豆腐威胁娘，她不还给我银票，我就撞豆腐，你说有没有用？这样好像是威胁不到娘的。我的银票！宋瑶瑶哭了好半天，才想起来自己来的目的。大姐，给你。瑶瑶，你哪里来的这些东西？宋瑶瑶叹了一口气，才说起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包括这些饰品和5000两银子的来源。大姐，在那些礼物里，我觉得这几样适合你，我就挑出来了，你赶紧拿着。谢谢瑶瑶想着大姐。宋瑶瑶又从口袋里拿出了100两银票。大姐，这是你的那一份，银票就不要了，你留着自己用。好不容易从娘那里争取来的福利，你赶紧收着。好，那我就收下了。大姐，明天我休沐，咱们去街上逛逛吧。这是你和娘说了吗？还没有。那行，只要娘同意了，咱们明天就出去。好。第二天，宋夫人答应了宋瑶瑶出府了，宋瑶瑶就去了宋清灵的院子。大姐，准备好了吗？好了。大姐，你今天打扮的可真漂亮。你这丫头就知道打趣我。大姐，我没有打趣你，我说的都是真的。姐妹俩在马车里聊起了天。大姐，我们今天去哪里？你想去哪里？京城我都不熟，大姐看着安排就好。好。马车停了下来。小姐到了。大姐，有没有点心铺？我想去看看。有的，咱们这就去。
迎面走过来几人，挡住了宋瑶瑶两人的去路。宋瑶瑶看清楚了面前的几人，其中一位女子，她身穿一身16色长裙，眼中满是不屑地看着宋瑶瑶和宋清明。都不认识这些人，这是要干什么？我这才第2次出门逛街，哪里招惹来这么多的仇恨？前几天莫名其妙的被刺杀，今天又有这几个傻叉挡路，真是无语。好不容易休沐，我就想好好逛个街，怎么就那么难呢？呱呱，这个穿16色长裙的女人是谁啊？宿主，这个女人是你爹上司的女儿。我爹的上司不就是户部尚书秦寒山吗？是的，宿主，面前这个女人就是秦寒山的养女秦梦黛。大家听到宋瑶瑶心声的时候，和秦梦黛一起的那几个人都往后退了一步。他们本来是不想跟着秦梦黛过来的，可是秦梦黛的父亲比自家爹的官职高，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跟过来了。秦梦黛是养女，怎么没听说过？秦梦黛当然也听得到宋瑶瑶的心声。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有说什么吗？我根本就没有张嘴好吗？就算找茬也要找个靠谱一点的理由吧。秦梦黛气得胸脯上下起伏，但是她还找不到反驳的理由来。姐，这人准备要碰瓷了，咱们离远一点，免得讹上咱们。秦梦黛被气得满脸涨得通红，只要她一想说出宋瑶瑶心声的事，立马就有一种窒息感，她感觉自己呼吸不畅。这女的好像不正常的样子，会不会下一秒就躺地上了？很难说啊。秦梦黛好不容易呼吸通畅了一些，就听到了这样的话，差点被气死。呱呱，你说秦梦黛是养女，是怎么一回事？以前没听说过呀。宿主，这就是很老套的真假千金的故事了。秦梦黛就是假千金，真千金另有其人。偌大的府里还能出现这样的事？户部尚书秦寒山娶了太师嫡女苏婉儿，婚后3年秦夫人才有了身孕，9个月后秦夫人动了胎气，九死一生才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秦梦黛，自此无法再生育了。直到前段时间，秦夫人的奶娘去世前，才说出了一个惊天秘密。10几年前，秦夫人刚生产完，虚弱的昏了过去。就在这时，奶娘调换了孩子，奶娘把秦夫人生的孩子抱走，把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孩子放在了秦夫人身边。秦夫人问奶娘为什么要这么做，奶娘说她的男人在赌房欠了1000两银子，赌房的人找上了门，要是不还钱就要剁了她男人的手。就在这时，有一个黑衣人出现了，他说是只要奶娘夫妻2人听话，他就可以帮着还钱。走投无路之下，奶娘夫妻2人也只能答应了。还完钱，黑衣人让他们夫妻2人待命，以后用他们的时候会再来找他们的。半年后，没想到黑衣人再一次出现了，他吩咐等秦夫人生产完，让奶娘趁机调换孩子，然后把真千金溺死。奶娘换了孩子以后，自觉对不住秦夫人，没有把真千金溺死，而是偷偷送去了乡下的一户农家。呱呱，我怎么觉得这件事自始至终就是一场阴谋呢？别人故意引诱奶娘的夫君去赌场，让他输了1000两银子，还不上赌方准备要剁手的时候，出现一个黑衣人替他们还了赌债，从而拿捏住了奶娘夫妻。这一切怎么就那么凑巧呢？宿主，你可真聪明，这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阴谋，就是为了调换孩子做的准备。只是背后之人没想到，奶娘临死之前会说出实情来。秦夫人得知实情后，秦大人夫妻2人按照奶娘说的地址，去乡下把真千金接了回来。他们给真千金取名秦悠悠，可是真千金接回来以后，和夫妻2人期待的完全不一样。夫妻2人发现秦悠悠被养得胆小懦弱，见人就躲躲闪闪，唯唯诺诺的，皮肤粗糙蜡黄，这根本就不是他们心中的千金小姐。2人开始嫌弃秦悠悠丢人，从秦悠悠一回来就把她安排在了一个偏僻的小院子里，根本不让她出门。表面上秦悠悠是千金小姐，实际上那生活过得还不如他们府里的下人，那生活还不如在乡下的时候呢。夫妻2人倒是对这个假千金一如既往的疼爱。秦寒山夫妻的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百般搓磨自己的亲生女儿，对一个假货倒是不爱得很，没有10年脑血栓都干不出来这事。我呸！就是恶心。呱呱，你知道那个黑衣人是谁吗？这场阴谋的背后之人就是那个黑衣人吗？你要不要猜一猜，这场阴谋的背后之人是谁？呱呱，你就不要吊我的胃口了，直接告诉我。好吧，这场阴谋背后之人是秦寒山的小妾郭氏，原名郭碧莲，是江南有名的富商，郭家的嫡女。10几年前，郭家一夜之间被满门屠了，整个郭家也就逃出来了她一个。一路跌跌撞撞，她来到了京城。刚到京城，郭碧莲就晕倒了，被秦寒山看到，把人送去了医馆。一来二去，郭碧莲和秦寒山就熟悉了起来。郭碧莲为了自己的安全，索性做了个局，做了秦寒山的小妾。秦夫人怀孕的时候，郭碧莲发现自己也怀孕了，老大夫给2人诊过脉以后，就说2人怀的都是女孩。郭碧婷听了后，为了自己的女儿才设了这个真假千金的局。那个黑衣人就是一路从江南护送郭碧莲到京城的护卫之一，对郭碧莲忠心的很。也就是说，秦梦黛其实是秦寒山小妾郭碧莲所生。是的，宿主。好一出李代桃僵，真是最毒妇人心，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对了，真千金秦悠悠被送去乡下，假千金秦梦黛换到了秦夫人身边。那么郭碧莲生孩子的时候没有生出孩子来，她是怎么圆过去的？郭碧莲生产的时候买通了产婆，对外就说孩子生出来就是个死胎。这郭碧莲真是个人才啊，把后宅给玩明白了。秦府所有人都被郭碧莲这个女人耍得团团转。郭姨娘对我那么好，原来姨娘是自己的亲娘。原来一切想不通的地方，现在都想通了。宋瑶瑶一抬头，就看到了脸色惨白的秦梦黛。咱们就不说这秦梦黛的身份了，就看她的脸蛋，长得还真是不错，长相也是明媚大气，身材更是劲爆火辣。哎呀呀，说的我都有些把持不住了。听到这话的人，每个人的脸上都羞得通红，秦梦黛更是气得胸口上下起伏。秦梦黛怎么脸红的和猴子屁股一样，胸前那两坨更是随着她的呼吸上下起伏，好像谁没有胸一样。至于显摆她的那两坨吗？你哇，她一生气颤抖得更加厉害了。宋瑶瑶内心简直就像一个街溜子，还在心里打起了口哨，活脱脱就是一个女流氓。秦梦黛还是第一次被一个女人给调戏了。宋瑶瑶有官职在身，秦梦黛不敢打她，所以一下子就把怒火转移到宋清灵的身上了。秦梦黛突然冲向了宋清灵，宋清灵被推得一个踉跄，往后退了好几步，还好没有摔倒。敢当着我的面欺负我温柔美丽的大姐，简直不要命了！宋瑶瑶撸起袖子，也是冲了过去，使劲推了秦梦黛一把。秦梦黛猝不及防，整个人就被推倒在了地上。宋瑶瑶气呼呼的3两步走过去，直接骑在秦梦黛的身上，对着她翻了起来。你个小瘪三，敢打我大姐，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既然你找死，老娘今天就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秦梦黛想反抗，可是刚一动手，她的手就被弹了回来，自己扇出去的巴掌直接扇在了自己脸上。大家都看到了秦梦黛扇自己巴掌的这一幕，大家都觉得秦梦黛是失心疯了，连自己都打。宋瑶瑶想起来呱呱升级后给她开启的自我保护功能，过了这么半天，大家才反应了过来，赶紧冲过去拉开了两人。宋瑶瑶身上倒是干干净净的，此刻的秦梦黛脸肿得和猪头一样。小宋大人这是打架还是在占秦梦黛的便宜？看那胸部的抓痕，这也太生猛了！小宋大人连女人都不放过。秦梦黛根本没发现自己胸部的异状，她只觉得自己全身哪都疼。秦梦黛从地上爬了起来，就发现了众人用一种想看又不敢看的眼神偷偷打量着她。随后秦梦黛就发出了一阵凄厉的尖叫声。秦梦黛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胸部，不准看，你们不准看，再看挖了你们的眼珠子。有些人听到这话立马就收回了目光，也有人不怕秦梦黛威胁的，更加肆无忌惮地打量了起来，嘴里还不停地议论着。那两坨可比老王家铺子里的大白馒头还要大。你说的馒头也太小了些，我觉得比蔡大妈家卖的锅盔还要大。嘿嘿嘿，我也觉得比锅盔大。这几人议论的声音可一点都没避着大家，而且还巴不得别人听不到一样，声音很大。呱呱，这几个议论的男子都是谁啊？他们不怕尚书大人吗？他们几人是京城中有名的纨绔，根本就不怕尚书大人，他们爹的官职可都要比尚书大人高，这是有恃无恐啊！就在这时，人群中突然冲出来一个男子。你们在干什么？众人没有说话，静静看着突然冒出来的人。表妹，你没事吧？这个娘娘腔是秦梦黛的表哥吗？是啊，他是秦夫人哥哥的儿子苏宇。怎么说太师也是当朝从一品的大员，怎么就生出来这么一个孙子呢？苏宇从小就觉得自己生错了性别，他就应该是一个女孩子，他喜欢女孩子的东西，也喜欢和女孩子一起玩。为此，苏宇的父亲还有太师这个祖父，不知道打过他多少次了，哪怕就是被打的只剩下一口气，他好了以后还是老样子。家人们也知道苏宇是掰不过来了，从那以后家人也都不管他了。真是执着呀，要是生在现代社会，直接变性就完事了。苏宇还真是生错了时空，真是可惜了。要是生在现代，想变成女人完全不是梦。大家听着宋瑶瑶和呱呱的对话，那些男子都觉得这也太神奇了，世间竟然还有这样的手段。苏宇听了这话，本来在对秦梦黛嘘寒问暖，忽然就把目光看向了宋瑶瑶，而且眼神越来越火热。呱呱，苏宇盯着我干什么？这眼神让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块大肥肉，苏宇想随时冲上来咬我一口。就在这时，苏宇已经扭着腰肢来到了宋瑶瑶面前。苏宇还没有开口，宋瑶瑶的心声再次响了起来。我操，苏宇这腰扭的，我一个女人都自愧不如，一个大老爷们是怎么做到这么骚里骚气的？我真想问他一句，你月是规律吗？哈哈哈，宿主你也太坏了，你敢当着苏宇的面这么问吗？我才12岁，怎么可能问出这种话来？周围的人听到这话都涨红了脸，但看他们颤抖的肩膀，就知道他们忍得有多辛苦了。但碍于苏太师的身份，没人敢上前去问。苏宇被宋瑶瑶的心声弄得破防了，想问的是怎么都问不出口了。虽然我希望自己是个女子，可是现在确确实实还是男二身。宋瑶瑶怎么可以在心里这么吐槽我啊？我不要面子的吗？这个宋瑶瑶实在太可恶了。
呱，这个苏雨是不是有病啊？一直瞪着我干嘛啊？又不是我阻止她成为一个女人的，真是无语死了。呱呱，你快看，哎呀，我快受不了了！你看那个苏雨咬着嘴唇，眼泪汪汪的样子，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欺负了她一样。大家可看着呢，我什么都没干。你看她那个样子，不会和秦梦黛一样想讹上我吧？这苏家表兄妹不愧是一家人。刚才秦梦黛就是这样，现在这个苏雨也是这样，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好不容易休沐1天，想出来逛逛，就遇到了这么2朵奇葩。呱呱，我忽然觉得苏雨怎么那么像一朵小绿茶呢？就是这种感觉，千年难得一见的蓝绿茶。我也感觉到了，绿茶味十足。宋瑶瑶说的绿茶，绝对不是我们平时喝的那种绿茶，听着怎么不像什么好话？以前白娘子里的那个歌怎么唱来着？千年等一回，等回绿茶耶，千年等一回，绿茶真难喝。是谁在耳边说？小宋大人发什么疯？怎么还唱上了？那声音悲悲切切、凄凄哀哀的，让人有一种吃了翔的感觉。苏雨眼眶里的泪水要掉不掉的，硬生生被他给憋了回去。苏雨愤怒地瞪着宋瑶瑶，冷哼一声，跺了跺脚，扭着她的小腰离开了。这腰扭的都快扭出2里地去了。宋瑶瑶拿出了自己的手帕在手里甩了甩，随着苏雨先是冷哼了一声，跺了跺脚，然后也扭了起来。结果还没扭几下，她就觉得自己的腰闪了。大姐救命啊，我的腰闪了。这个小宋大人也太有意思了。谁叫你学人家的？现在好了，腰闪了吧？大姐，这也不能怪我呀，一个男人能扭成那样，我作为一个女子就觉得自己特别废物，也想试试，没想到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咱们现在就去医馆，让大夫看看你的腰。大姐，我自己就是医生，腰扭了缓缓就好了，没什么大事，咱们就不要去医馆了。这次你必须听我的，不然我回去告诉娘，你下次就不要再出府了。唉，好吧，和自由比起来，去医馆就去医馆吧。宋瑶瑶来到医馆，老大夫问过宋瑶瑶的情况后，开了些跌打损伤的药，还把自己炮制的药油拿了出来。汤药要按时吃，回去用药油好好按摩扭伤的地方，这样才好得快。抓好药，付了银子，宋瑶瑶和宋清灵准备离开的时候，医馆里冲进来一个汉子，怀里抱着一个小孩，怀里的孩子翻着白眼，一副呼吸不畅的样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汉子后面现在才跟着跑进来一个女人，她一边跑一边哭：金宝，金宝。我和媳妇在忙，孩子在一旁玩，他自己拿了一颗大枣吃，直接把整个枣都吞了下去，孩子就成了这个样子。老大夫掰开孩子的嘴巴看了看，摇摇头，节哀。大夫，你救救我的儿子吧，他刚才还是活蹦乱跳的，我们不能没有他，你一定要救他。大夫，你一定要救我的孩子，我们40多岁才有了这么一根独苗苗，孩子一定不能有事啊。我能救。老大夫看到一个小姑娘，有些迟疑，但是那对夫妻已经把宋瑶瑶当做了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再晚就来不及了。孩子爸爸扶着孩子，然后自己站在孩子身后，用双臂环抱孩子腰部，一手握拳，另一只手抓住握拳的手，快速用力向上冲击孩子腹部。重复了好几次后，那个孩子的嘴里终于吐出了一颗大枣。孩子吐出枣子后，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没事了，没事了，这么小的孩子以后要多看着一些。夫妻2人又要给宋瑶瑶跪下，他连忙扶起了2人。谢谢恩人，不知道诊费几何？宋瑶瑶看了一眼老大夫，老大夫心领神会，是这位姑娘救的孩子，诊金当然也是要给这位姑娘的，至于诊金几何，也是这位姑娘说了算。只是举手之劳，无需诊金。这怎么可以？这绝对不行。我不是这里的医者，也是来这里看病的患者，巧的是我正好懂得急救的办法，诊金就不必了。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吧，好好照顾孩子，孩子的嗓子可能有些受伤，这几天给孩子吃些清淡软烂的食物。好的，我们都记下了，谢谢姑娘。宋瑶瑶摆摆手，这夫妻2人这才抱着孩子离开了。宋清灵扶着宋瑶瑶也准备离开了，却被老大夫叫住了。2位姑娘请留步。大夫，还有什么事？我想问问，刚才你用的那个急救方法，可以和我讲一讲吗？要是不方便的话，就当我没问。古代像医术这种东西都是有传承的，一般都不会交给其他人。没什么不好说的，这种方法叫海姆立克急救法，就是站在孩子身后，用双臂环抱孩子腰部，一手握拳，另一只手抓住握拳的手，快速用力向上冲击孩子腹部，重复几次直到异物排出。没想到姑娘一点都没有顾忌，就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这种救人的方法教给了大家，这份胸襟真是令人佩服。不必如此。姑娘大才，胸襟宽阔，理所当然受这一礼。姑娘，你会医术？不懂，刚才的那个急救法还是以前遇到了一个胡人他教给我的。原来如此。老大夫本来还想请宋瑶瑶来他的医馆坐诊的，现在看来是不成了。姑娘慢走。
就在这时，刚才那个汉子走了过来。姑娘，你不收枕巾，我们也没什么好感谢你的，就送你一些我们自家铺子做的点心吧。你要是不收的话，我们心里肯定过意不去。姑娘，你就收下吧。好吧，那我就收下了。大姐，我们去福满楼吃饭吧。瑶瑶，你都伤成这样了，咱们还是赶紧回府。大姐，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咱们吃了再回去吧。我求你了，我的好姐姐。被宋瑶瑶磨得不行，再看看她可怜巴巴的样子，宋清灵最后还是答应了。好吧，好吧，就这一次。两位小姐，提前预定了位置吗？没有。实在不好意思，酒楼已经客满了，两位小姐需要等一会儿才行。哎，看来也只能打道回府了。小宋大人。宋瑶瑶扭过头看去，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六王爷陈一霄。见过六王爷。起来吧，远远就看到你们，怎么刚到门口，小宋大人都没进去就要走了？臣来的不是时候，福满楼客满了，我没有提前预定位置，所以打算离开了。小宋大人要是不介意的话，可以和我们一起。宋瑶瑶还是第一次被人邀请吃饭，眼神一下子就亮了。不等宋清灵说话，宋瑶瑶就答应了。既然六王爷诚心邀请，那臣也就却之不恭了。于是六王爷一行人走在前面，宋清灵和宋瑶瑶跟在了后面。瑶瑶，你怎么没和我商量，就答应和六王爷他们一起用膳了？大姐，有人免费请咱们吃饭，这不是好事吗？有句话叫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我宋瑶瑶可不傻，可不想当那个王八蛋。再说了，上次来福满楼，我看到好几道菜都想吃，可是价格太贵了，我都没舍得点。今天不用咱们花钱，这多好啊！一会儿咱们可以挑那些最贵的点，也让我体验体验吃大户的感觉。瑶瑶，这样不好吧？有什么不好的？这座酒楼是皇上的产业，老子赚儿子的银子，那不是等于把银子从左口袋放到了自己的右口袋吗？没什么不好的，还能这么理解吗？就是这么理解的。宋清灵已经被宋瑶瑶给忽悠瘸了。两位姑娘想吃点什么？我就喜欢吃贵的，越贵的越好。你可真敢说啊！大姐，你抓我干什么？这不是殿下诚心问我，我就是实话实说了吗？上几道你们这里的招牌菜，另外再上2道你们这里价格最贵的菜肴，至于其他的，你看着安排就好。是。宋瑶瑶发现六王爷旁边坐的一个男子不停地朝他翻着白眼。这位公子，你眼睛不停地抽搐，是眼睛不舒服吗？被这么多道目光盯着，那个男子脸变得通红。苏主人家那不是眼睛不舒服，是不屑你的这种小家子气故意翻白眼呢。呱呱，今天我没呼叫你，你怎么就先说话了？对面那人白眼都要翻到天上去了，你还傻不愣登的问人家是不是眼睛不舒服，就没见过你这么没有眼力见的宿主了。我早就看出那小子对我不满了，我就是故意那么说的。没看到现在大家的目光都被吸引到他身上去了吗？你看看他现在多尴尬呀！呱呱，那个翻白眼的小子是谁呀？怎么看着那么欠揍呢？六王爷都没说什么呢，他倒是像案板的狗屎先跳出来了，看把他能的。他就是郭亏妹秦梦黛的另一个表哥苏木。这一家子都是什么人啊？前脚一个蓝绿茶，后脚一个白眼哥。你才是白眼哥，不对，你是白眼妹，你全家都是白眼妹。六王爷给大家互相介绍了起来，介绍完以后就聊起了天。切，一个大男人翻白眼，真是让人无语。没有文化的人才不会做出如此不雅的动作来。呱呱，这苏木一家知不知道秦梦黛是假千金的事？不知道，尚书府对外一直说他们看秦悠悠太可怜，于心不忍才收养了那个孩子，他们害怕太师知道后会让他们把秦梦黛这个假货送走。我就说秦寒山和苏儿这2个人的脑子不正常，亲生女儿秦悠悠受了那么多的罪，好不容易找回来了，还被他们关在偏僻的后院里，连个府里的丫鬟都不如，倒是把那个假货秦梦黛宠到了骨子里。哼，有他们后悔的时候。苏木和六王爷几人听了都面面相觑。太师要是知道苏儿能这么对自己的亲生女儿，肯定会被这个叉烧女儿给气死。像秦寒山和苏儿这种脑子不正常的人，肯定还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哎，只是可怜了秦悠悠那个真千金。哎，这脑子不正常的何止秦寒山和苏婉儿啊，你对面也坐着一个呢。什么？我对面坐的都是六王爷带来的人，他们中间怎么可能有脑子不正常的人？要是他们脑子不正常，六王爷怎么敢放心用他们的？你不要只盯着六王爷带来的那些人，你也应该看看六王爷本人。那个脑子不正常的人是六王爷本人。我怎么就脑子不正常了？要不是父皇下旨，不准任何人在宋瑶瑶面前提及新生的事，他这会儿一定会对着宋瑶瑶吼回去的。呱呱，你赶紧说，到底怎么一回事？六王爷生母位分不高，只是一个贵人，大家都叫他齐贵人。一次皇上醉酒后，齐贵人被宠幸，就那一次齐贵人就有了身孕。她发现自己怀孕不敢告诉任何人，等到月份大了，肚子实在藏不住了，大家才发现她怀孕了。太后知道此事，害怕齐贵人人微言轻，母家又地位低靠不住，很容易就被人算计了。那是肯定的，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就多。
所以太后特地嘱咐皇后要多照看齐贵人几分。可是到了8个月的时候，还是出了事。齐贵人在去给太后请安的路上，一下子就滑倒了。齐贵人当时下身就流出了血。太医说齐贵人要早产了，齐贵人被送进了产房。这边皇后已经让人去调查齐贵人为什么会摔倒了。调查才知道，有人在齐贵人经过的路上倒了油，还撒了黄豆，这是公然谋害皇嗣啊！皇后和太后得知后，立马下令继续调查。齐贵人生孩子的时候，还是有人动了手脚，想直接来个一尸两命，被太后派来的人抓了个正着。那个产婆看到事情败露，咬破了藏在嘴里的毒药，当场就死了。最后齐贵人九死一生，终于生下了六王爷。经过2次的暗害，齐贵人血崩，当场就没了。太后看着红彤彤的孩子，于心不忍，就让皇后把孩子养在了她的名下。原来六王爷是皇后的养子，只有二皇子才是皇后娘娘的亲生儿子。这是六王爷知道吗？不知道，当时宫里下了禁令，不准人乱说六王爷的出身，就算有嚼舌根的也被皇后娘娘给处理了。到底是谁要害齐贵人？说起来，齐贵人也真够倒霉的，就是一个小小的贵人，可是对她下手的却是好几拨人。好几拨人？第一波就是刘贵妃，她让人打听好齐贵人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就在齐贵人的必经之路上撒了油，被梁妃的人给看到了，就把这事告诉了梁妃。梁妃听后，拍那个小侍女在撒油的路面上又撒了2把黄豆，这是怕齐贵人死得不够彻底，还来个双重保险啊！刘贵妃平时演的那高高在上，梁妃温柔娴静，真是可笑。果然如刘贵妃和梁妃料想的那样，齐贵人早产了。没想到生产的时候池妃也插了一脚，那个产婆就是池妃早早安插在齐贵人这边的。就这样齐贵人没了。哎，好好的一个美人，说没就没了。现在刘贵妃、梁妃、池妃不是好好的在宫里吗？是皇后没查出来害齐贵人的幕后之人，还是另有隐情？当然是另有隐情了。刘贵妃、梁妃、池妃的母族实力强大，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这事就不了了之了。哎，可这些和六王爷脑子不正常有什么关系？对啊，说了这么多，这和六王爷的脑子不正常有啥关系？六王爷在皇后的膝下长大，皇后对六王爷这个养子很好，只要是二皇子有的六王爷都会有一份。六王爷5岁那一年，因为贪玩被人推进了荷花池，被一个戴着项链的小女孩救了。后来六王爷因此在床上躺了2个月，等六王爷病好了以后，到处打听，就这样过了2年，六王爷终于在一次宫宴上再次看到了有人戴着那条项链，那条项链戴在了从3品校尉将军府小姐欧白庆的脖子上，六王爷就认为救了自己的就是欧白庆了。之后六王爷只要得了什么好东西，都要送去给欧白庆。六王爷对待自己的救命恩人好一些，这个没毛病啊。对啊，救命之恩大过天，对人家姑娘好一些，没什么不对的。难道事实不是这样的？里面还有什么隐情？事情根本就不是六王爷看到的那样，六王爷的救命恩人根本就不是欧白庆，项链的主人也另有其人。这是要来个惊天大反转了。这么多年本王认错人了。我先和你说说从3品校尉将军欧云霄吧。欧云霄的原配是韩老将军的嫡女韩林，欧云霄并不喜欢韩林，但是为了报答老将军的救命和提携之恩，当老将军提出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的时候，他答应了。婚后半年，欧云霄很快就娶了一房小妾，这个小妾叫常燕，非常会笼络人心。自从常燕进门，欧云霄就很少去韩林那里了。韩林和常燕先后脚怀孕，10个月后，2个人先后都生下了女儿。韩林生的女儿起名欧若萱，常燕生的女儿起名欧白庆。韩林生完孩子后3年后就离开了人世，半年后，欧云霄就把常燕扶正，常燕成了正室夫人。韩老将军一家一直驻守在边疆，对于欧若萱这个外孙女鞭长莫及，失去了母亲又得不到父亲的疼爱，外家又离得很远，欧若萱在府里活得异常艰辛。就这样，欧若萱跌跌撞撞长到了5岁。这一天，皇后下旨要召见几个将军的夫人和嫡子嫡女进宫后，所有孩子都嫌弃她一个人溜溜达达到了荷花池，就看到了荷花池里一个小男孩在挣扎，于是奋不顾身跳下池子把小男孩救了上来。他把小男孩救上来以后，因为脱力自己也晕倒了。等欧若萱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在被送去庄子的马车上了，自己随身带的那条项链也不见了。要是这个呱呱说的都是真的，那我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到了庄子上，欧若萱的日子好过了不少。就这样，欧若萱长到了14岁的时候，被接回了府里。为什么突然接回来？韩老将军用自己的战功，希望皇上给自己的外孙女欧若萱赐一门好亲事。皇上考虑过后，就把欧若萱赐给了六王爷陈义霄。很多人都知道，六王爷心里只有欧白庆。突然冒出来一个乡下的野丫头，占了六王妃的位置，六王爷肯定不愿意了。于是婚前六王爷就羞辱欧若萱，不知廉耻，强迫自己娶她。婚后更是极致的羞辱欧若萱。大婚之夜，六王爷连洞房都没进，而是宿在了书房。加上欧白庆的挑唆，欧若萱虽然占着王妃的身份，
实际连个下人都不如，吃不饱穿不暖，下人的辱骂虐待，六王爷言语的侮辱。欧若轩这才嫁给六王爷不到1年时间，已经好几次差点被打死了。欧若轩到现在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在古代这算是绝对的羞辱了。你说说，这六王爷是不是脑子不正常？那个绿茶欧白庆说什么他都信，明明叫暗卫查一查就知道结果的事，他就是不去查，不管什么事，只要欧白庆暗示是谁干的，六王爷脑子就和有包一样，冲上去替他出头。真没想到六王爷私下竟然是这样的人，真没看出来啊。不止你没看出来，我们也没看出来啊。这个六王爷确实脑子有泡，和脑残差不多了，人家说什么都信。要是哪天欧白庆拿来毒药要他吃，估计二话不说就吃了。六王爷应该属于舔狗吧，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看着这个傻缺，我都后悔刚才没多点2个最贵的菜，坑死这个傻缺。呱呱，那个项链是怎么到欧白庆身上的？欧若轩怎么连夜被送走了？当时欧若轩一个人离开，欧白庆找不到人，就带着丫鬟去找，就看到了昏迷在地上的2人。看到当时场景也猜到了什么，欧白庆也躺在了2人身边装昏迷。最后常燕带着欧若轩和欧白庆回了府，欧白庆就说了当时看到的一切。常燕派人去打听，六王爷昏迷期间嘴里一直说着项链。常燕趁着欧若轩昏迷之际，直接抢走了他的项链，戴在了自己女儿脖子上，害怕事情败露。常燕又给欧云霄吹枕头风，就这样欧若轩连夜被送去了庄子上。几年后的宫宴上，也是常燕和欧白庆故意让六王爷看到那条项链的。按理来说，六王爷醒了后应该很快就会知道是欧将军家的小姐救了他，可是之前却听你说他查了很久，直到在后面一次的宫宴上看到那条项链才确定了救命恩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是皇后娘娘不让人告诉六王爷的，因为皇后娘娘调查发现2个小女孩都是将军府的小姐，但是皇后娘娘怎么问，常燕一口咬定是欧白庆救了六王爷。皇后娘娘想等他调查清楚了，再告诉六王爷救命恩人的事也不迟，可皇后娘娘不管怎么阻拦，也挡不住欧白庆和常燕这母女俩自己往六王爷跟前凑啊。自己上赶着被人骗也没办法，有道是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慈悲不渡自绝人。哎，不是我说，那个韩老将军是不是老糊涂了？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欧云霄那么一个货色呢？还有欧云霄，你不喜欢人家韩林就明说呀，人家又没拿刀架在你的脖子上逼你娶，娶了韩林好像自己受到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欧云霄还不是看上了韩老将军这座靠山舍不得放弃吗？一边说着不喜欢韩林，一边还要用韩老将军提供的资源，真是又当又立。其实欧云霄就是个吃软饭的，而且是软饭硬吃。这韩老将军简直就是个搅屎棍，害了自己女儿不说，又来霍霍自己的外孙女，他都不问人家欧若轩愿意不愿意，就自作主张的去求赐婚，无语的很。他自以为是为了欧若轩好，不顾及别人的意愿自作主张。如果说欧云霄是害死韩林的凶手，那么韩老将军就是帮凶。现在欧若轩还没死，要是欧若轩哪天死了，六王爷就是主谋，韩老将军、欧云霄、欧白庆、常燕都是帮凶。我呸，这都是一群什么玩意，把女子当什么了？想怎么就怎么。我竟然认错了救命恩人，而且还把自己真正的救命恩人百般侮辱和虐待，我到底都做了些什么？我该死！没想到六王爷会这样对待一个女子，简直不是人。我是欧若轩的话，当初肯定不会救他，再把他的头往池塘里摁几下，让他死得更快一些。呱呱，欧若轩知不知道自己当年救的小男孩是六王爷？知道。欧若轩刚回来，看到欧白庆带着自己母亲的遗物，想拿回来的时候，结果六王爷这个傻叉就冲出来护着欧白庆，还说那条项链是他救命恩人的东西。欧若轩就全明白了。欧若轩和六王爷解释过自己才是他的救命恩人，结果六王爷说欧若轩顽劣不堪，撒谎成性，救命人把欧若轩打了30大板，30大板差点把欧若轩打死。从那以后，欧若轩就再也没提过救命之恩的事了。这个六王爷简直丧心病狂啊！一个身强体壮的男子都不一定抗得过30大板，他竟然把一个女子打了30大板，而且这个女子还是他的王妃。呱呱，这样的男人，欧若轩直接休服算了。眼瞎不说，还把救命恩人打得半死，还和欧白庆那个绿茶暧昧不清。你说这样的狗男人要来干什么？不嫌晦气吗？什么休夫？我只听说过休妻，没听说过休夫啊。宿主，在这个古代，只有休妻，没有休夫。倒是可以丧夫、下毒、自杀都可以，只要是六王爷改了，那欧若轩就彻底自由了。呱呱，你能不能现实点？那是皇子是说死就能死的吗？我到底是多眼瞎才会认错人？之前欧若轩确实和我解释过，说他才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呱呱，这个六王爷不会又憋着什么大招准备对付欧若轩吧？看他长得人模狗样的，干出来的真不是人事。尤其那个白眼哥，刚一来就冲着我翻白眼，估计和六王爷一样，就是个喜欢针对女人的货色。你讲点理好不好？我现在可什么都没说。什么叫我也喜欢针对女人？真是冤枉死了。六王爷实在待不下去了，
小宋大人，本王记起来府里还有些事情要处理，我就先走了。银子已经付过了，小宋大人慢用。既然殿下有事，那就去忙吧，不用管我。六王爷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了六王爷府，第一时间就是让暗卫去调查以前发生过的事。1天后，暗卫就回来了，看到那些证据的时候，六王爷的手都是颤抖的。我是有多蠢，才会什么都不调查，无条件的相信欧白庆的鬼话。既然欧白庆母女敢算计我，那就要做好被报复的准备。我还有什么脸去见欧若轩？六王爷带着这样想见又不敢见的心情，最后还是去了欧若轩的院子。六王爷去的时候，院子的一个婆子和一个丫鬟正在聊天。你说这人贵在有自知之明，王爷心里只有欧二小姐，这欧若轩占着王妃的位置又怎么样？还不是活得连我们下人都不如。就是，我要是他，早就投湖自尽了，真是活着浪费空气。是啊，要是早死，说不定下辈子还能投个好胎。咱们被派来伺候这个扫把星，可真是晦气死了。这两人拖出去杖毙。王爷饶命啊！王爷饶命啊！六王爷没有说话，挥挥手让护卫把人拖下去了。六王爷走到欧若轩面前，他没有行礼，也没有说话，更没有抬头看一眼来人。王爷来我这小破院有何贵干？王妃之位我不要，你拿走吧。六王爷凑近了欧若轩，强行把欧若轩抱到了自己的院子里。你放开我，放我下来。刚把欧若轩放下，他就立马缩到了角落，蜷缩着身体，眼神戒备地看着六王爷。你以后就住在这里，我会派几个可靠的婢女来伺候你。误会不是1天2天才有的，要想让欧若轩再次相信自己，估计是个漫长的过程。一切都慢慢来吧，操之过急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这是六王爷想出来新折磨人的手段吗？先对自己露出善意，自己相信他以后又会给自己狠狠一击，把自己打入地狱，已经不重要了。六王爷的心里只有欧白庆，什么时候相信过自己？现在这样只是新的折磨人的手段罢了。要是知道自己有这么一天，当初就不会救落水的六王爷，也就不会有如今的遭遇了。六王爷每天都想尽办法补偿欧若轩，不管他怎么做，欧若轩都是躲着他，不让他靠近，也不会和他说话。欧若轩就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样，把自己封闭了起来。这边六王爷和他带来的那几人一起离开后，可算走了。大姐，这么多的菜赶紧吃。宋清灵看着六王爷走了，也终于松了一口气。欧若轩也是可怜，从小就不得父亲喜欢，母亲过世后更是没人护着了，被送去庄子上，倒是过了几年悠闲的日子，再次被接回来就是地狱生活的开始。一想到血肉模糊的场面，宋清灵有些反胃。宋清灵看看一旁的宋瑶瑶，也就她能这么没心没肺的用膳了。大姐你怎么不吃？不合胃口吗？没有，你自己吃吧。大姐，要不要给你重新点几道清淡的小菜？不用了，你赶紧吃吧，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好吧。吃完后，宋瑶瑶和宋清灵坐上马车，马车朝着自家府里驶去。回到府里，宋夫人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宋瑶瑶受伤的消息，急急忙忙就来了。刚一进院子，宋夫人就开始数落起了宋瑶瑶。好好的上个街，怎么还把自己的腰给扭了？你就不能像你姐姐一样稳重一些吗？哎，我不就学苏雨扭了几下吗？谁知道就把腰闪了。宋清灵看着鹌鹑一样的妹妹，才和母亲说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你没事学人家干什么？宋夫人一边数落，一边还不忘吩咐自己身边的老嬷嬷去给宋瑶瑶拿药油。你先好好休息，等到晚上我让嬷嬷过来帮你上药按摩。娘，不要了吧。好好休息，这事没得商量。宋瑶瑶还想再争取一下，宋夫人已经走了。哎，就这样吧。今天刚一上朝，前御史站了出来。皇上，户部尚书秦寒山治家不严，让小妾偷换了嫡女，嫡女好不容易找回来，又不好好善待。呱呱，秦寒山的事终于被人发现了，真是太好了。这种人根本就不配为人父母。你说要是秦夫人知道秦梦黛是郭姨娘那个小妾的女儿，会不会崩溃？不过也不一定，秦夫人本来就是个脑子不正常的，说不定还是会舍不得秦梦黛呢。苏太师知道了这事，估计秦夫人再舍不得也由不得她了。那倒是。这是令皇上大吃一惊。秦尚书，你可有什么话要说？皇上，臣有罪，但郭姨娘偷梁换柱，把庶女换到夫人身边的事臣不知情，臣一直以为秦梦黛就是从外面抱回来的孩子。秦尚书，你作为朝中大臣，竟然做了虐待嫡女的事情来，这是不得不罚，罚你在家闭门思过1个月，罚俸3年以儆效尤。另外，不可再虐待嫡女。是。皇上，老臣想接真正的外孙女秦悠悠去臣的府里住一段时间。准了。这尚书也罚得太轻了吧？就是。不是朕不想重罚户部尚书，整个国库的账目都捏在户部尚书的手里。要是这人长时间不上朝，朝廷用钱的时候找谁去？秦寒山的事情刚处理完，又有一个吴御史站了出来，开始弹劾六王爷。呱呱，六王爷的事情也被人发现了，这个御史真令人佩服。皇子说弹劾就弹劾。宿主，这些御史就是这样的，皇上要是哪里说的做的不对，他们也会谏言的。这一会儿功夫，那位吴御史已经把六王爷虐待王妃的事说完了。父皇，
儿臣有罪。呱呱，皇上不会是舍不得这个死渣男吧？这么黑心肝的人真是第一次见。希望皇上让六王爷和欧若轩和离，让这个黑心肝的远离欧若轩。我真觉得六王爷配不上欧若轩。小宋大人可真勇啊！皇上还没发话呢，已经越俎代庖给安排的明明白白了。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他一个臣子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的？这宋侍郎是怎么教女儿的？呱呱，这个死渣男一副恨不得吃了我的样子，我哪里得罪他了？我站在这里可一句话都没说，又不是我掀了他的老底，也不是我让他欺负欧若轩的，他自己脑子有病，相信欧白金的话，要瞪他也应该瞪欧白金，这么瞪着我干什么？这和我又没什么关系，简直一个神经病。宿主，你就不要和脑子有病的人计较太多了，咱们对残障人士要大度一些。呱呱，你说的有道理。你才是残障，你全家都是残障，老子好得很。这个儿子八成脑子有病，才会被欧白金母女骗了这么多年的。改天让御膳房做点猪脑汤，给儿子送去好好补补脑子。哎，前段时间韩老将军给朕递了折子，请求让你和欧若轩和离，折子里只写了你们不合适，没有说其他的。朕当时还奇怪，韩老将军怎么就突然要求你们和离了？本来想派人去调查的，可是当时遇到了江南水患的事，就把调查的事耽搁了。想来韩老将军早就知道了你这样对待六王妃的事，才有了那份奏折。父皇，儿臣真的知道错了，我会好好弥补欧若轩的，还请父皇不要让我们和离。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由不得你了。这一年里，宫里的宴会你从来不带欧若轩参加，每次问起你都说欧若轩身体不适，不管是身体真的不适，还是你故意不让他参加宴会，你可想过你这样的行为会带给他怎样的后果？这不是明摆着你不待见六王妃吗？你让欧若轩以后在六王府乃至整个京中的夫人小姐中要怎么做人？韩老将军这一生就求过朕2件事，一件就是为欧若轩选一门好亲事，另一件就是让你们和离为欧若轩选门好亲事。这一点是朕没有查清楚就给你们赐了婚，才让他受了这么多的罪。朕想了想，既然是朕的错误，那就还是由朕来结束这一切吧。韩老将军请求你们和离折子朕准了，并允许欧若轩以后婚姻自主。父皇，儿臣真的知道错了，求父皇收回旨意，不要让我们和离。圣旨已下，绝无收回的可能。你要是真的知道错了，就重新去追求欧若轩，只要他点头，朕会再次给你们赐婚的。只是你绝对不能逼迫于他，要他心甘情愿的自己点头才行。六王爷听了这话，心都凉了。当初自己做的事情太狠辣，现在欧若轩根本就不允许我接近，想要重新追回欧若轩怕是难了，但是我不会放弃的。呱呱，他们终于和离了，欧若轩终于摆脱了这个死渣男，他终于自由了。不过看着六王爷这个样子，是不是还没有放弃？这是要追起火葬场了，接下来又有好戏看了。事情朕已经决定，你起来吧。六王爷缓缓站了起来，站到了一旁。大家以为这事就完了，没想吴御史继续弹劾起了从3品骁卫将军欧云霄，也就是欧若轩的父亲。欧云霄没有善待原配韩玲，让她郁郁而终，嫡女更是在府里受尽了搓磨。欧云霄纵容季氏母女，欺上瞒下，冒领救命之恩，致使六王爷认错了救命恩人，才导致如今六王爷六王妃和离的局面。这一切都是欧云霄的错，说是为了报答韩老将军的救命和提携之恩才娶了韩玲，可在皇帝看来，那么对待韩玲母女哪里是在报答韩老将军，这分明是在报仇。韩老将军就那么一个女儿，硬生生被这个畜生给折腾死了。这种人连对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那么狠，还能指望他守卫这个国家吗？欧云霄，你可知罪？这臣知罪。知罪就好。欧云霄德不配位，就去做9品城门司马吧。其既是常厌，虐待嫡女，欺上瞒下，冒领救命之恩，德行有失，送去家庙，非死不得出。其女欧白金罪该万死，单念其年幼，一起送去家庙，非死不得出。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皇上一挥手，叫人拖着欧云霄出去了。欧云霄现在是9品守城门小官了，没有资格上朝。呱呱，这皇上真是威武霸气，皇帅帅。还是小宋大人有眼光，就算朕现在老了，也还是很帅的。至于狂炫这2个字听不懂就听不懂吧，但可以猜得出来也是好话。下来，皇上他们再次提起了江南水患。朕已经派人去了江南，昨天收到了那边递上来的折子。江南最近一直阴雨连绵，河水湍急，河面上升，刚修好的堤坝有几段又已经被河水冲垮了。各位爱卿，对于此事你们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呱呱，古时候的人修建堤坝不是用的土石吗？在古代，人们会挖掘周围的土地，将土石填入堤坝的基础中，以增加堤坝的稳定性。这怎么还刚修好就冲垮了？豆腐渣工程吗？
宿主，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皇上拨下去的银两一层层官员盘拨下去，到了地方那里已经不剩多少了，银子就那么一点点，工程当然是偷工减料了，这才修好又被河水冲垮，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加上古代修建堤坝的水平有限，这河堤是年年修缮年年冲垮，贪污这事皇上知道吗？知道，只是贪污的官员太多了，法不责众。之前皇上也下令派人去调查过贪污的事，派去的几个钦差大人全都莫名其妙死在了江南，江南官场就像一块铁桶，谁去谁死。哎，这皇上当的可真够憋屈的，都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就应该把那群蛀虫拉出去，一顿咔咔乱杀。这个死丫头不光谈论大臣的八卦，现在连朝政都议论上了。呱呱，现代的水泥和混凝土要是用了这种方法修建堤坝，修出来的堤坝可以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都不会再出现堤坝被冲毁的事情了。众人一听，眼睛一下就亮了，个个都竖起了耳朵。他们倒想知道现代的水泥和混凝土是什么。要是掌握了现代的水泥和混凝土的方子，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皇上也竖起了耳朵，仔细听着。宿主，你想得不错，但前提是皇上要派可靠的人去做这件事。银子可以让派去的官员直接带过去，不要从户部一层层拨到地方去，这样就避免了层层的贪污。到了江南再用混凝土修建堤坝，那就万无一失了。这个我当然知道，我想了想，下朝后我就把这个混凝土和水泥方子、用法、用途都写下来，让我爹交给皇上。至于要怎么实施，那就是皇上的事情了，咱们也只能做这么多了。啊，咱们把自己能做的做了，剩下的事咱们想管也管不了。有了宋瑶瑶的这话，这事看来是稳了。有了解决的办法，朝堂上的氛围一下子轻松了起来。呱呱，我怎么感觉朝堂的氛围突然就变了？宿主，我也感觉到了。这些朝臣们一天天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和来了大姨妈一样，那心情都是变来变去的，让人真难琢磨。宿主，女人的月事才叫大姨妈，男人的那叫做大姨夫。啊，对对对，呱呱真是个有文化的童子。大家被宋瑶瑶给气的，那脸上就和调色盘一样五彩纷呈，真憋屈。这个不孝子真是无法无天，什么都敢说。只要能把水泥和混凝土方子拿出，说几句就说几句，朕就不计较了。无事就退下吧。众朝臣正准备说话的时候，就听到了大殿外面传来的哭闹声。外面吵吵嚷嚷的，发生了何事？呱呱，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誉王窦凯的家人来了。这会说话的一瞬间，外面已经浮进来一个鼻青脸肿的人，不停地哀嚎着。这人的旁边跪着一个衣着华丽的老妇人。誉王妃，这是发生了何事？誉王走得早，就留下了思远这么一根独苗苗。我们思远虽然顽劣了一些，也不知道是谁那么心狠，把他打成了这个样子。誉王妃说了半天，宋瑶瑶也没听明白。呱呱，我听了半天，怎么也没听明白，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誉王窦凯吃喝嫖赌，样样俱全，不知道做过多少人神共愤的事。看在死去誉王的面子上，每次都是皇上帮着擦屁股。这次招惹到不该招惹的人，被人家套了麻袋，就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了。被人套麻袋？这人是干什么了？呱呱，赶紧和我说说。这个窦思远就不是个好东西，他是青楼楚馆的常客，这人没下线的。大街上看到漂亮的良家女子，他就让自己的狗腿子去调查，只要没什么背景的，找机会就会把人抢进自己府里，任由他欺辱。有的女子不堪受辱，选择了自尽。那些女子在这个变态手里，最长的也就活1个多月，全部都被折磨死了。哪里是正常的男欢女爱，简直是地狱般的存在。呵，就这样的畜生，誉王妃是怎么好意思替他求情的？看他哭的那个凄惨样子，我以为窦思远受了多大委屈呢。这种人就该被打死。那些女子的家人没有报官吗？说起这个就更气了，窦思远强抢民女，那些女子的家人还没有告到官府，就被窦思远的狗腿子打得奄奄一息了，还警告他们，要是敢去报官，就让他们彻底消失。这么一打，有的人直接就被打死了，活着的也是奄奄一息。1.25至2.2期间，上美团 App 首页搜索财神122，领取美团发放的5亿春节资金，还有机会抽取1000元新春好礼。不仅有华为 P50 Pro、戴森吸尘器等数码产品，还有奶咖免单券、免费电影票等超多福利可领。赶快点击左下角下载美团，搜索财神122参与吧。众人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知道窦思远是个纨绔，可也没想到他会做出强抢民女打死人的事情来。就没有人再去告官吗？当大家得知抢他们家女子的是誉王唯一的嫡子窦思远的时候，心就凉了。不管窦思远做出什么事情来，皇上都会替他兜底的，干脆就不告了。皇上听了这话，脸彻底黑透了。朕看在誉王的面子上，才护着窦思远的，以为那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护着也就护着了。原来事情根本不是想的那样。之前也是朕太相信誉王和誉王妃都没调查，现在让百姓怎么看朕这个皇帝？朕的一世英名都要被这个混账东西给毁了。这皇上是老糊涂了吗？护着这么个玩意，还有套麻袋那人也真是的，要下手你就下手重一些，就直接打死了事。人死了，白布一挂，唢呐一吹，
就可以等着上菜开席了。正好咱们还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好好吃一顿。小宋大人可真厉害，敢骂皇上是老糊涂了，我们谁都不服，就服你。小宋大人，我们严重怀疑你是为了吃席才想打死窦思远的。宿主，你想吃席了？想吃。不对啊，现在是说吃席的时候吗？咱们在说窦思远那个混账东西呢。呱呱，这次窦思远是因为什么被人套麻袋的？这货前段时间在大街上看到一个长相貌美的女子，打听后觉得人家没什么背景，就想直接把人抢回去。正好那女子的哥哥被派回来办点事，刚回来就遇到几个狗腿子在大街上抢自己的妹妹，带着手下的兵就把那些狗腿子打跑了。事后那个哥哥知道了始作俑者是窦思远后，带着人一直守在誉王府门口。昨天晚上窦思远在去青楼的路上就被那群当兵的套麻袋给群殴了。哎，还有力气嚎叫，我看还是打轻了。要是让我动手，我一定先割了他的作案工具，再挑断他的手筋脚筋，拔了他的舌头，把他丢进乞丐堆里，哪会让他现在这么哀嚎？怎么听怎么像驴叫，都要被吵死了。宿主，只要不被发现是完全可以的。哎，我也就是口嗨一下。呱呱，虽然咱们不能那么做，但是咱们可以找到证据，交给官府，让他永远都翻不了身，你说呢？这个可以。呱呱，那你知道证据在哪吗？誉王府的后花园有一片花草长是个外行，只要去过誉王府的人应该都见过。其实是尸体被埋在了那片花圃里当做花肥，那些花草能不长得好吗？什么？把尸体当做花肥？这个窦思远也太恶毒了，人死了连尸体都不放过，真不是东西。都说死者为大，这是被人折磨死了，死后还不得安宁。派人去把誉王府围了，只要在花圃里挖出骸骨来，一定饶不了他们。誉王妃还在那里絮絮叨叨的，抹着眼泪。誉王妃，你想朕怎么做？皇上一定要抓住打我儿的人，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皇上，您也知道，誉王府自从王爷过世以后，我们母子都是靠着王爷生前留下的那些东西过日子的。这么多年过去了，王爷留下的东西也用得差不多了，我们思远还没有成亲，这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啊？这是仗着誉王爷的功勋和皇上要赏赐来了。誉王妃纵容窦思远做了那么多猪狗不如的事情来，她是怎么好意思开口和皇上要赏赐的？呱呱，这个老女人是怎么敢和皇上要赏赐的？她把皇上当什么？当提款机？真是无耻至极。宿主，誉王妃的无耻应该是传承于誉王那个老东西，都是一样的不要脸。誉王不是功臣吗？呱呱，你怎么会这么说？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隐情？你赶紧说来听听。既然宿主想知道，那我就从头说起。誉王原名窦凯，是曾经和先帝一起打过江山的结义异姓兄弟，曾经救过先帝的命。新朝建立，窦凯被封为了异姓王爷，也就是誉王。先帝在的时候，誉王倒是老老实实的。等先帝过世以后，现在的皇上登基，誉王就有些不满现在的皇上了。窦凯觉得自己一个战功赫赫的王爷，还要听一个黄口小儿的话，怎么想怎么憋屈，很不服气。誉王想谋反，但是也知道这是不能操之过急的。正好这个时候边疆有异动，需要有人带兵前往边疆。誉王毛遂自荐要去边疆镇守。誉王是个嘴皮子利索的，说的那是一个情真意切，都快说的自我感动哭了。皇上听了触动很大，最后就同意了。誉王终于如愿以偿拿到了半块虎符，独自带领大军去了边疆。皇上一点都没发现誉王的狼子野心吗？还有，这誉王都有反叛之心了，那个军功又是怎么来的？皇上当时年少，根本就没发现誉王的野心，主要还是誉王隐藏得太好，还把自己的王妃和儿子都留在了京城。加上先帝临终前告诉皇上，誉王是可信之人，有什么事可以找誉王商议，皇上这才对誉王完全没有戒心。原来如此，先帝都没想到他最信任的兄弟会有反叛之心吧？那军功呢，又是怎么一回事？誉王到了边疆，简直就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誉王在边疆彻底放飞了自我。誉王到了边疆，打了几次胜仗，确实震慑到了其他国家。本来誉王可以乘胜追击，一举攻破城池，擒获对方首领的，可是誉王没有。要是一举灭了对方，那不是就要班师回朝，把虎符交还给皇上了吗？手里没了兵权，就没有了底气。所以只要对方不来攻城，誉王都不会主动出战。誉王就这么耗着？誉王就是想这么耗着，敌不动我不动。誉王在边境的那几年，私下招兵买马，在边境操练起了私兵，这些私兵就是为了以后谋逆用的。至于说誉王的军功，那就更让人无语了。誉王除了贪恋权势，另一个爱好就是贪恋美色。誉王在边疆的时候，在军营外可是养了10几位貌美的女子，军营里不忙的时候，他就会去那些女子所在的别院，这些女子都是养在军营外城池里的，有时候一晚上点好几个女子一起。这誉王还真是老当益壮，玩的可真够花的，夜夜当新郎啊，也不怕铁杵磨成针了。宿主，这誉王倒是没有铁杵磨成针，但是马上疯了。什么？不是因为战事而死的？
而是马上疯了，这和当时传出来的死因完全不一样啊。誉王年纪大了，就是因为玩的花玩得太刺激才直接猝死的。誉王死得这么不光彩，誉王的心腹就把别院的那些女子都杀了，对外就说誉王是因为担心战事，心急突发而死的。誉王就这样得了一份军功。就没有人检查尸体吗？检查了，这也检查不出来啊。誉王本来就是因为兴奋过度心急而死的，现在人家说他是因为战事着急上火，心急突发而死的，这要怎么查？古代的医疗水平查不出来啊。让这狗贼就这么白白捡了一份军功，我怎么就那么生气呢？除了誉王的2个心腹知道誉王真正的死因外，所有人都不知道，包括誉王妃和窦思远都不知道。誉王因为焦虑战事而死的消息传来，所有人都对这位王爷十分敬佩，皇上更是愧疚不已，这才有了后面皇上一直护着誉王府，护着窦思远的事。呱呱，皇上被誉王府这些王八蛋骗惨了。皇上气得捏紧了龙椅的扶手，他要是不扶着龙椅，估计当场就会被气晕过去。誉王干出了这样的事，誉王的手下更是欺君罔上，胆敢把誉王的死和战事挂钩冒领军功，这些人就应该抄家灭族。呱呱，誉王的2个心腹现在在什么地方？这可是重要的人证。他们2人现在还在边疆的军营里，官职都不低，一个叫范青云，是从五品定远将军，另一个叫胡成明，是从五品宁远将军。呱，我画画不行，我想把这2人的相貌画下来，到时候交给皇上的，现在要怎么办？宿主，我上次忘记和你说了，呱呱升级后还有打印功能，可以把宿主需要的图片打印下来。那个真是太好了，回去后你就把这2人的相貌打印出来，到时候和水泥、混凝土方子一起交给我爹，一定要抓住这2个人，正好治誉王府的罪。没问题，宿主。这个小女儿是不是懂得太多了点，连马上风都知道？这个死丫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这种事抖搂了出来，名声算是彻底没了。呱呱，之前不是说誉王有私兵吗？誉王都死了，那些私兵呢？誉王之前留下了不少钱财，这些年以来，范青云和胡成明就靠这些钱财自给自足地养活着那些私兵。那些私兵平时进行训练，闲暇之余开垦荒地，到了耕种的季节，他们就开始种植，收获来的东西用来养活自己，平时还会打猎。他们倒是会自给自足。不是，誉王都死了，范青云和胡成明还帮着操练私兵，他们是想干嘛？打算自己谋反吗？范青云和胡成明倒是没想过自己谋反，他们想着操练好了私兵，到时候把这些私兵交到窦思远手里。他们想支持窦思远谋反，就这范青云和胡成明是不是有病？想着辅佐这么一个玩意，那些私兵交到这货的手里，估计几天时间那些私兵就被解散了。这范青云和胡成明倒是对誉王忠心的很，只是他们的忠心用错了地方。对了，呱呱，一会儿你也把私兵的位置告诉我，我记下来一起给皇上。好的，宿主。誉王妃、窦思远，你们可知罪？誉王妃和窦思远的声音戛然而止，2人呆呆地看着皇上。难道做的那些事被皇上发现了？皇上，臣妇不知，还请皇上明示。草民不知，还请皇上明示。看看这些年来你们做了什么，还要朕说吗？你们打着朕的旗号，干着强抢民女、打死百姓的事，你们把朕当作什么？皇上，那都是传言，传言不可信。此刻的窦思远面色苍白，整个身体都颤抖了起来。窦思远，你自己做过什么就不用我说了吧？证据就在你们家后花园的花圃里，朕已经派人去你们府上了，证据很快就会拿到手。听了这话，誉王妃和窦思远都慌了。皇上饶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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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拖下去，打入天牢。随后就有人把誉王妃和窦思远拖了出去。呱呱，皇上这是发现了这母子俩做的恶事。是的，宿主。皇上英明，皇上威武。无事就退朝吧。要不是誉王妃和窦思远母子来这么一出，早就该退朝了。下班时间都是被这对母子给耽误了。皇上看着宋侍郎送来的证据以后吃惊不已，皇上看着这些关系网，不由捂住了心口。誉王死了这么多年了，但他的势力依然存在，已经达到了如此地步吗？安排人带着水泥和混凝土方子去江南。刚做完这些，派去誉王府的人就回来了。皇上听着汇报，恨不得千刀万剐了誉王妃和窦思远。这窦思远是丧心病狂到了何等地步，才折磨死了这么多的女子？虽然不能立马杀了这对母子，但还是可以讨一些利息回来的。下令让狱卒好好招待这对母子，但不要把人弄死了。7日后，宋瑶瑶的腰已经好了。这天，府里来了几个意想不到的人，和她一起同来的还有一个年轻姑娘和一个年轻男子。呱呱，欧若轩怎么来了？还有另外2个人是谁？欧若轩为什么会来？呱呱也不知道。至于另外2个人，那个女子是韩老将军的孙女，叫韩曼西；那个男子是韩曼西的亲哥哥韩楚玉。早就听说小宋大人不一样，具体哪里不一样，他们也不知道。刚才他们明明没有看到大厅里的任何人开口说话，这声音和刚才说话的声音一模一样。可是小宋大人刚刚明明没有张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几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宋瑶瑶。
几位来府上是有什么事吗？我们都很佩服小宋大人，年纪轻轻就能在朝为官，我们就想结交一二。呱呱，我这该死的魅力就是这么吸引人。宿主，你就不能有点自知之明吗？你一个小屁孩哪来的魅力？也就面前这3人盲目追星才会被你给骗了。承认我有魅力，你能死吗？我是死不了，但能被膈应吐了。这难道就是小宋大人的不同之处？听着宋瑶瑶和那个呱呱的斗嘴，几人都觉得格外好笑。这小宋大人还真有趣。欧若轩听别人说，他的事情能水落石出，全都是小宋大人的功劳。他想来谢谢小宋大人。呱呱，抱个新瓜出来，让我清醒清醒，我快困死了。那我们今天就吃韩曼西的瓜吧。韩曼西的爹是韩老将军的大儿子韩飞，韩飞从小跟着父亲在军中磨练，一身武艺超群。韩飞到了婚配的年纪，娶了安国公的嫡女安平如，婚后两人也过了一段如胶似漆的甜蜜生活。可是3年了，安平如的肚子迟迟没有动静，韩老夫人就给韩飞的房里塞了一个自己娘家那边的女子，这个女子也就是韩曼西的亲娘梅姨娘。是安平如没有生育能力吗？安平如不是没有生育能力，只是很难受孕。宿主，你不要打岔好不好？听我说。好好好，我不打岔了，你说。梅姨娘很争气，没多久就查出有了身孕。韩老夫人怕有个什么闪失，把梅姨娘接到自己院子里，派人照料。10个月后就生下了韩楚玉，全家都十分喜欢这个孩子。韩楚玉虽然是庶子，他是韩家的第1个孙子，在府中的地位那是不一样的。他的一切教养、吃穿用度都是按嫡子来的。2年后，安平如查出了怀孕，她高兴坏了，天天盼着自己能生下嫡子。可是10个月后，安平如生下了嫡长女韩静玉。安平如能生下这么一个女儿实属难得，虽然遗憾自己生的是女儿，但是安平如对这个女儿格外疼爱。就这样，又过了3年，梅姨娘再次怀孕，生下了韩曼西。韩飞就一妻一妾，这2人相处的还不错。慢慢的，孩子们都长大了，韩静玉嫁给了自己的表哥安磊，安磊就是安国公的嫡长孙，生了1儿1女。这样的生活让韩静玉很满足。可是好景不长，韩静玉查出了不治之症，韩静玉活不过1年了。呱呱，这韩静婉是挺可怜的，得了绝症，但和韩曼西有什么关系？韩静玉想来想去，觉得与其自己死后夫君找一个不知道人品如何的继室进门，还不如自己生前就帮夫君找一个知根知底的继室。韩静玉观察了一段时间，在京中都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前段时间因为6王爷和欧若轩和离的事闹得沸沸扬扬，韩老将军就想把这个外孙女接到自己身边，所以派韩楚玉和韩曼西兄妹俩前来京城接她。韩楚玉和韩曼西来到京城以后，就去了安国公府拜访，见到了韩静玉。韩静玉看着如花似玉的庶妹韩曼西，就把主意打到了她的身上。这韩静婉是疯了吧？让自己的庶妹做继室，她是怎么想得出来的？再说这韩曼西花一样的少女，怎么愿意嫁给一个2婚老男人？这男人带着2个孩子不说，最主要的是这老男人还是她的姐夫啊！都不用想，谁愿意嫁给一个2婚的老男人，还带着2个拖油瓶？哎，后娘难当，对孩子的教养松懈一些，别人会说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就是不尽心；对孩子严厉一些，别人又会说不是亲生的，对继子继女就是狠毒。反正后娘怎么做都是错，就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反正就是一点好都落不到。韩静玉就想举办一场宴会，把京城中的夫人、小姐、世家公子都请到自己府上。韩静玉让丫鬟把韩曼西骗出去，趁机打晕她，然后把她的衣服扯乱，把她和安磊放在一张床榻上。韩静玉带着人去抓奸，就说韩曼西不甘寂寞，爬了姐夫的床，这样韩曼西的名声毁了，就由不得她不嫁给安磊了。好歹毒的计策，这是要毁了韩曼西啊！当场被抓奸，韩曼西也就只有3条路可以走：1. 乖乖嫁给安磊；2. 剃了头发出家做姑子；3. 自尽。这是把韩曼西往绝路上逼啊！就算韩曼西最后选择嫁给了安磊，但是背着那样的名声嫁过去，她一辈子都会抬不起头的。谁说不是呢？韩静玉还有更歹毒的。韩静玉已经计划好了，把韩曼西打晕的那天，趁着她昏迷，给她强行灌1碗10倍剂量的绝子药。韩静玉害怕韩曼西进门后，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子，就不会尽心尽力的照顾她的2个孩子了。在她的心里，只要韩曼西自己没有孩子，以后想要老有所依，以后就要靠她这个原配的孩子。毕竟按血缘来说，韩静玉的2个孩子和韩曼西的血缘最亲，这样她就绝对不会亏待了2个孩子。韩曼西听到这里，身体不由得颤抖了起来。欧若轩赶紧扶住了韩曼西，自己还是第一次知道，一个女人居然可以狠毒成这个样子。这女人真够狠的，为了自己的2个孩子不受欺负，可以平安健康的长大，就去牺牲别人的一辈子。而且这个人还是她的庶妹，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狠毒的女子？韩静婉的计划，安磊知道吗？
韩楚玉和韩曼西去安国公府拜访的那一天，安磊是见过韩曼西的。安磊第一眼见到韩曼西，就被她清纯的样貌所吸引住了。当韩金玉提出让自己的庶妹做继室的时候，安磊没有拒绝。虽然韩曼西是个庶女，但是韩曼西的大哥韩楚玉可是当做嫡子和将军府继承人来培养的。有了这样一个有实权的大舅哥，安磊当然乐意了，自己可以娶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娘子，韩家还可以继续做自己的靠山，一举几得的事，安磊当然不会拒绝了。呵，一个没本事的男人，才天天想着靠娘子，靠岳家，废物一个。这韩静婉和安磊还是绝配，处处都是算计。看着面前花一样的韩曼西，我真是于心不忍。呱呱，你说我要不要提醒一下韩曼西？这个宿主自己决定。确定宋瑶瑶的心声没有再响起，几人准备告辞离开，宋瑶瑶还是叫住了韩曼西。韩小姐，你也到了适婚的年纪，有的人会看中韩老将军的权势，恐怕会对小姐不利，比如宴会上下药、打晕，到最后韩小姐不得不嫁。韩小姐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这才是第一次见面，人家就能对自己这么关心，可自己的嫡姐却能这么算计自己。想到这里，韩曼西的脸色又苍白了几分。韩小姐是哪里不舒服吗？可能是夜里着了凉，染了风寒，回去吃一副汤药就没事了。韩小姐要保重身体，要是身体不适，京中的宴会可以不用参加了。谢谢小宋大人的关心，我没事的。宴会自己当然要参加，不参加好戏还怎么开场？这场好戏的主角还不知道是谁呢。几人刚走，宋瑶瑶就跑过去看地上的2口大箱子，随即就打开箱子看了起来。哇，这么多的好东西，件件都是价值连城，我们发财了。这2口箱子，其中1口箱子是欧小姐准备的，另一箱子是韩老将军准备的。欧小姐的那些应该都是她嫁妆里的东西。我和欧小姐也是第一次见面，怎么就给我送礼了？那韩老将军又为什么要送我东西？我和他都没见过面，根本就不认识啊。这要自己怎么回答？他们就是感谢小女儿的心声，让欧若轩的事大白于天下，并且和6王爷成功和离，只是谢礼。可是这话自己没法说。宋夫人还在找理由的时候，就听宋瑶瑶自言自语起来。我就说我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他们都想和我结交，才准备的这些礼物，我这该死的魅力啊！这下理由都不用找了，宋瑶瑶已经给自己把理由找好了，看来脸皮厚也是有好处的。话说第2天，宋夫人就收到了安国公府送来的宴会帖子。3天后，宋瑶瑶、宋清灵、宋清玉跟着宋夫人一起去了安国公府。宋瑶瑶到了那里，没想到已经坐满了人。大家参加宴会都是这么积极的吗？也是，京城中的夫人、小姐平时也没什么娱乐活动，也就是参加这样的宴会，可以打发时间了。他们还特地给宋瑶瑶一家留出了一张最好的桌子，就是宋瑶瑶坐在这里，大家可以无死角的看到她头顶上的视频。呱呱，这国公府的东西虽然比不上皇宫里的，但也不错。宿主，你喜欢的话可以多吃一点儿。宋瑶瑶吃得正开心，呱呱的声音响了起来。宿主，韩曼西被国公府的丫鬟骗出去了。呱呱，咱们立马跟出去。随着宋瑶瑶的心声响起，大家看到了她的头顶上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想来这个姑娘就是小宋大人说的韩曼西了，被一个小丫鬟叫了出去。娘，我吃的有点多，想出去走走，消消食。娘陪你一起去。看到这个情形，众人也跟着说想出去走走。就这样，宋家人身后呼呼啦啦跟着一群人。宿主，你不用去帮忙了，韩曼西那边自己能解决，你放心吧。宋瑶瑶的脚步停了下来，看着视频里那个丫鬟把韩曼西带到了偏僻的地方。都准备好了吗？小姐放心，都准备好了。呱呱，这个胖女孩是谁啊？她是幽平郡主陈家平。原来是她呀，听说过她，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真人。这下可有好戏看了。早就听说陈家平小时候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导致身体严重发福走样，到了相看的年纪都没有人上门说亲。他知道这都是因为自己的身体才导致的，所以拼命的减肥。这个时代没有科学减肥，都是靠饿的。有一次，陈家平人被饿晕了过去，贤王当时请了很多宫里的太医到府上，当时这事闹得很大。出了这事，贤王妃专门派了嬷嬷看着他。现在陈家平都20岁了，婚事还没有着落。之前也有人想攀龙附凤，娶了陈家平就是图他的家世。他们计划着等婚后再纳几房小妾，所以娶陈家平的首要条件就是永不纳妾，这一点很多男子都做不到，所以陈家平的婚事就这么耽搁了下来。呱呱，今天这是唱哪出？娶陈家平的条件不是永不纳妾吗？这安磊不光有妻，还有好几房小妾呢，贤王和贤王妃能同意？陈家平都20岁了，亲事还没着落，他自己也着急。之前陈家平参加宫宴的时候，当时有几位郡主嘲笑他，安磊帮他说了2句话，他就注意到了安磊。越了解陈家平越觉得安磊人不错，渐渐的陈家平对安磊有了倾慕之情。
在得知安磊已经成亲后，陈家平只能把这份倾慕藏在了心里。这段时间，陈家平发现安国公府门口有可疑的人，经过调查得知了韩静玉的计划，也知道了韩楚玉他们在想破局的办法。于是他亲自去找到了韩楚玉，说是自己愿意做那个破局之人。贤王和贤王妃应该不知道吧？不知道，今天他是一个人来的，陈家平就想来个先斩后奏。事情发生了，也由不得父王和母妃不同意了。接下来，宋瑶瑶的心声没有再响起，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只见屏幕里，陈家平进入了那间屋子，韩楚玉和韩曼熙隐藏了起来。没一会儿，安磊就出现在了那间屋子里。屋里早就被陈家平点了强效催情香，不一会儿，里面发出了成年人都懂的声音：呱呱，我不要听声音，我要看现场直播呀！你快点把画面给我切换出来。宿主，你才12岁，还是个未成年，那种画面是绝对不能看的。之前遇到这样的场景，你还能打个码让我看一看，现在到好画面完全不给看了，就能听个声音，这吃瓜还有什么意思？宿主，现在上面查的严，我也没办法。哎呀，好呱呱！宿主，今天你就说破了天也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哼，臭呱呱，我和你最好了。大家听着这声音，都面红耳赤。宋夫人听着宋瑶瑶的心声，那个气呀，抬起巴掌就对着她的背拍了下去。想什么呢？没想什么，娘，你干什么呢？这么用力的拍我，也不怕把我直接送走了？你这孩子，非要气死我不可吗？娘，你别生气，我也就那么一说。各位有看到我的叔妹韩曼熙吗？她刚来京城，人生地不熟的，也是很少参加京城的宴会，我就怕不习惯，特地来看看。众人听了这话，心里都是各种鄙夷。看着韩静婉自顾自的演戏，大家谁都没有戳穿她。接着韩静婉鼓动众人和她一起去找韩曼熙，众人也很给面子，跟着韩静婉一起去找韩曼熙。最后，他们一行人走到了那间屋子门口，听到了里面让人脸红心跳的声音。韩静婉装作很生气的样子冲进去，看到里面两人的时候，韩静婉的脸色变得格外苍白。事情计划的好好的，怎么会变成了这个样子？这里面到底出了什么岔子？众目睽睽之下，屋里的两人还做着原始运动，大家齐齐都捂住了眼睛。那些未成亲的小姑娘，每个人的脸都红透了，只有宋瑶瑶脸不红心不跳的，伸着脑袋往里面瞧。呱呱，你说这些人到底怎么回事？都捂着眼睛不想看，那站在前面干什么呢？他们知不知道？挡住我了，我都要急死了！家人们，能不能给我让一条路出来，让我去前面看看？宋清玉看到妹妹这个样子，伸手提着宋瑶瑶的衣领子往人群后面走去。大哥，你干什么？我还没看够呢。不准去！这种场面是你一个小姑娘能看的吗？看了也不怕长针眼。你这样，看娘到时候怎么收拾你！屋里的两人被韩静婉叫人用水泼醒了。安磊看到对面的女人不是韩曼熙，而是陈家平的时候，又一次晕了过去。很快，贤王和贤王妃就知道了此事，气势汹汹地来到了安国公府。贤王妃看到陈家平的时候，抱着他就哭了起来。家平，我的女儿啊，你可受了大委屈了，你父王一定会给你讨回公道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还能怎么讨回公道？当然是谈判了，有你父王在，肯定吃不了亏的。两家谈判的时候，安国公夫人就说今天的宴会就先结束了，让大家先回去。这出了国公府还怎么吃瓜？吃瓜不能离得太远，不然就吃不到瓜了。呱呱，咱们出了安国公府，距离太远就吃不到瓜了，这可怎么办？宿主，想想办法，你也知道吃瓜是有距离限制的。众人听了这话也明白了，于是大家就开始帮着宋瑶瑶一起想办法。经过刚才的事情，大家可以确定安国公府的人是听不到宋瑶瑶心声的，这事就好办了，大家可以一起想办法。谢夫人都听说府上后花园的风景不错，想去观看后花园，安国公夫人也答应了下来，带众人去了后花园。宋瑶瑶左看看右看看，这里的花卉、假山、池塘、树台、眼桌，貌似好像大概也就那样吧。管他呢，只要在这里能继续吃瓜就行了。呱呱，事情进行到哪里了？画面里，安磊狼狈地跪在地上，好像刚被人打过，头发凌乱，脸上还有几道抓痕。宿主，刚才贤王妃指责安磊强女干，不要脸，都是个老男人了还欺负他的女儿，他的女儿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贤王妃越说越伤心，越说越生气，到了最后直接扑上去，对着安磊就打了起来，丫鬟婆子都不敢上前拉人，最后还是陈家平上手才拉开了贤王妃。真的打起来了，不能在现场看真是太可惜了，我就喜欢看扇巴掌、扯头发、挠花脸的场景。这么精彩的场面还是错过了。画面里，贤王坐在上位，脸色黑沉地质问：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们想怎么解决此事？我们安国公府会负责到底的，还请王爷放心。少给我打马虎眼，我要知道具体的解决办法。幽平郡主是绝对不能做妾的，但是安磊现在的正室是韩静玉，虽然韩静玉得了绝症，但是人确确实实还活着，这要怎么办？怎么不说话？很为难吗？幽平郡主是绝对不能做妾的，
现在韩静玉得了绝症，也活不了多久了。我想着咱们可以先订婚，等韩静玉离世后，再把幽平郡主嫁过来。这事确实很麻烦，他们安国公府不可能贬妻为妾。韩老将军手握重兵镇守在边境，要是把他的孙女贬成妾室，那不是打韩老将军的脸吗？再加上韩静玉是安国公的外甥女，他也不能那么做。唯一的办法只能等韩静玉离世了。老爷不好了！你胡说八道什么？老爷我好得很。老爷，我不是那个意思。少夫人吐血不止，随后就昏了过去。府医已经看过了，说少夫人恐怕不行了。你说什么？是真的。府医说少夫人可能也就这1-2天的事了，老太爷、老太太、夫人都已经去少夫人的院子了。先退下吧，王爷。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等我们处理了韩静玉的后事，就立马上门提亲，你看如何？贤王点点头，随后就离开了。安国公也抬不去了韩静婉的院子，屏幕的画面转到了韩静婉的院子里，老国公已经拿着自己的帖子进宫去请太医了。床上的韩静婉脸色苍白，紧闭着双眼。呱呱，韩静婉这次是玩脱了，把自己气得加速了病情。哎，真是自作孽不可活，这人啊，还是要少做一些坏事，免得报应到了自己身上。众人都点点头，很认同呱呱的话。不一会儿，太医就来了，检查过后摇摇头，少夫人本来就得了不治之症，又受到了刺激，恐怕是不行了，还请节哀。这和府医的说法一样。我已经和贤王商量好了，等处理完大儿媳的后事，我们就去贤王府提亲。爹，我不喜欢幽平郡主，我不喜欢小山一样的女人，我不要娶她，我不要娶幽平郡主。你个混账东西！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以为还有选择的余地吗？贤王府可不是好惹的，你最好老老实实去郡主。要是敢闹什么幺蛾子，连累到国公府，可别怪我心狠手辣。宋少爷回自己的院子，你们都把他给我看好了。今天这事我都已经派人查清楚了，这是摆明了就是韩家那两兄妹早就知道了静玉的计划，他们将计就计，就有了今天这么一出。只是不知道幽平郡主怎么会掺和其中。这事肯定是幽平郡主自愿的，事后你们看那幽平郡主的态度就知道了。听说贤王和贤王妃护短得很，以后咱们府里怕是要热闹了。也没什么热闹可看了，娘，这后花园子咱们也看得差不多了，什么时候回去？这就回去。众人一看小宋大人离开了，随后也相继离开了安国公府。2天后就传来韩静婉病逝的消息，京城中有头有脸的人都去了安国公府吊唁，宋瑶瑶也去了，在这里看到了幽平郡主。呱呱，这原配刚改了，季氏就已经登堂入室了，这会不会太快了一点？简直就是无缝衔接啊！宿主，我这里有个大瓜，你要吃吗？吃，只要是瓜我都喜欢吃。那个幽平郡主怀孕了啊！他们这才缠绵没几天啊，你就确定人家怀孕了？呱呱，你会不会弄错了？我们可是高科技的产物，事后3天怀没怀孕我们就会知道。呱呱，还是你牛。那是宿主，我和你说，幽平郡主怀的还是龙凤胎。幽平郡主这块土地确实肥沃，一次就中了。这既是怀着孩子进门，很快龙凤胎就会降临，哪有时间去好好教养原配的孩子？不搓磨他们，让他们平安长大已经不错了。虽然这是不是韩静玉2个孩子的错，可是他娘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2人，算计了这么多，到头来终究是一场空。没想到幽平郡主的肚子这么争气，一次就有了。和宋夫人打了声招呼，从安国公府出来，宋瑶瑶就拉着宋清灵去浪了。还没决定去哪里，宋瑶瑶他们就遇到了欧若轩、韩楚玉、韩曼希，还有另外2个女子。小宋大人和宋大小姐准备去哪里？想出去转转，还没想好去哪里。我想请小宋大人去茶楼喝茶，歌喉赏脸。大姐一起去吧。可以。那小宋大人要先等等我们吊唁完马上就出来。反正也不知道去哪里，古代的茶楼还没去过，正好去见见世面。1刻钟后，几人就出来。韩曼希和韩楚玉的脸色很不好看。呱呱，他们这是怎么了？刚进去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一会儿功夫，韩曼希和韩楚玉脸色就变得这么难看了？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几人吊唁完，兄妹2人就被国公夫人指责。那天他们既然知道韩静玉的算计，直接避开就行了，为什么要反算计回去？现在好了，他们国公府成了京城的谈资。韩楚玉反驳了几句，国公夫人就说韩楚玉不尊重长辈，总之嘴巴像催了毒一样。这国公夫人脑子是不是有病？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她哪来的脸指责韩曼希和韩楚玉？我觉得这反击已经够轻了。韩给安磊找了个郡主做记事，我要是韩曼希，一定给安磊找几个男人，让他们几个男人颠鸾倒凤。韩静婉带着人去抓奸，到了那个时候，不光安磊的名声没了，整个国公府的名声也都臭了。看看国公夫人还怎么嚣张？难道真的是我们下手太轻了？小宋大人、宋大小姐，
我们走吧。到了茶楼，要了一壶碧螺春，一些糕点。等待上茶的间隙，宋瑶瑶打量着和韩曼希他们一起来的另外2个不认识的女子。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小宋大人，是唯一一位可以上朝的女官。旁边这位是她的姐姐宋清灵，宋大小姐，小宋大人。这2位都是我姨娘娘家那边的姑娘，她们2人几年前就嫁到了京城。这位叫梅映雪，嫁给了尚书员外郎杜奕成；这位叫梅若婷，嫁给了门下陆氏马晋林。见过小宋大人，见过小宋大人。不必多礼。见礼后，几人就聊了起来。宋瑶瑶看着对面的梅映雪，她吃点心的动作很急。呱呱，这个梅映雪怎么了？怎么饿成这个样子了？尚书员外郎府怎么回事？把当家夫人饿成这个样子？其实梅映雪才是韩曼希真正的表姐，是梅姨娘亲哥哥的女儿，也是个命苦的，嫁给杜奕成已经好几年了，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她那个婆母天天指桑骂槐，骂她是不下蛋的母鸡，每天变着方法搓磨她。昨天那个老太太又罚她跪了1夜的祠堂，把她放出来都没让吃东西，就让她去国公府吊唁了。她已经连着2天没有吃东西了，饿坏了。她跟着你们来茶楼，就是想先填饱肚子，要是回去了，估计还得继续饿肚子。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婆婆？生不出孩子也不一定是女人的问题，说不定是她儿子自己有问题，没有生育能力呢。这要去医馆好好检查一番才行，哪能直接给女子安上不孕的名声？宿主，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成亲这么多年，杜奕成都没碰过梅映雪，梅映雪到现在都是黄花大闺女，怎么可能怀孕？众人听了都是一愣，随后更加仔细地听了起来。呱呱，难道是杜奕成布局？刚成亲那会儿，杜奕成对梅映雪说自己的命根子受了伤，没了生育能力，还请梅映雪替他保密。梅映雪听了，天都塌了，想了很久，因为娘家示威，自己既然已经嫁了过来，也就忍了下来。这几年以来，她那个婆母一直搓磨她，她都没有说出实情，实在是被虐待得很了。杜奕成才会出来阻止一下，他不是心疼梅映雪，他是害怕自己老娘没个轻重，把人直接给弄死了。宋瑶瑶看着视频里的杜奕成，杜奕成长得太 low 了吧？梅映雪图他什么？真是无语他妈给无语开门，无语到家了。梅映雪是受虐狂吗？就那么喜欢被黑过，那么喜欢被人虐待？其实事情根本不是杜奕成说的那样，他的命根子根本就没有受伤，他一直都在骗梅映雪。什么？大家害怕被宋瑶瑶发现异常，梅若婷连忙拉了他一把，梅映雪这才反应了过来，赶紧又闭上嘴巴。什么？他那里没事，那他也太欺负人了，为什么从一开始就要骗梅映雪？难道他有喜欢的人？他家里不同意，他们被迫分开了，最后才不得不娶了梅映雪的，再为那个女子守身如玉。宿主，不是你想的那样。观看精彩的影片需要一台好的设备，转转上的2手手机就很划算。我这苹果14支花了2800，比新款便宜了2000多。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性价比也挺高的，大屏幕看剧可爽了。关键是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质保，买2手上转转就对了。哦，那是怎样？展开说说。正在这时，有人破门而入，等看到是六王爷，宋瑶瑶都无语了。这人怎么来了？现在知道后悔了，以前干什么去了？现在在这玩什么追妻火葬场呢？我要是欧若轩，根本就不会理他。打听到欧若轩的踪迹，六王爷就直接就跟来了。自从欧若轩的事大白于天下之后，小宋大人就特别不待见他。众人见过礼以后，宋瑶瑶也不再理会六王爷。呱呱，咱们不要理六王爷，继续你刚才没说完的。啊！六王爷一下闯进来打断了，我都忘记说到哪里了。还说你是什么高科技产物，你太丢系统界的脸了，傻瓜！咦，好了好了，呱呱，不逗你了，你最厉害了。哼，我可是很记仇的。我的好呱呱，你就告诉我吧，说话说一半可是会天打雷劈的。其实杜奕成一直以来喜欢的都是男人，古代也有这样的吗？到底怎么回事？赶紧给我说说。杜奕成10几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喜欢男人，那时候家里管得严，他都不敢表现出来。后面做了官，他隔3差5就会去小官馆，每次出去他都对家里说要去赴同僚的约。家里也没有人怀疑过他吗？他很会演，根本没发现。有一次杜奕成去小官馆的时候，在里面遇到了一个清官人，这个清官人长得格外好看，杜奕成一眼就相中了他。这个清官人叫刘旭，杜奕成给他赎了身，把他安排在了外面的宅子里。刚开始刘旭也不愿意，但是时间久了，他也慢慢喜欢上了杜奕成。哇哦，这还是双向奔赴啊！呱呱，你说他们谁上谁下？这道心声响起的时候，众人的脸都红透了。两个男人也能这样那样吗？大家虽然都觉得很尴尬，但是都很想知道这个问题。呱呱，我想看他们怎么这样那样的视频。宿主都说了你是个未成年，这样的画面不适合你，不让看就不让看，好像谁稀罕看一样。哼！小宋大人，就你这急赤白脸的样子，是不稀罕看的样子吗？呱呱，然后呢？
接着往下讲啊。杜奕成和刘旭如胶似漆的过着二人世界，可是很快杜奕成到了成亲的年纪，家里开始张罗他的婚事，这让两人无奈又心酸。他们这样的情感根本没法让别人知道。两人商量后，最后决定让杜奕成明面上娶一位妻子，家世要低于杜家的，方便拿捏住对方。这样的话，他们两人背地里照样可以在一起。呱呱说到这里，大家已经猜到后续了。呱呱后面的话印证了大家的猜测。刚开始，杜家找了好几户门当户对的女子，杜奕成都说不喜欢。最后，在一次偶尔的机会，杜奕成见到了梅映雪，觉得她很符合条件，于是就和家里说他喜欢梅映雪。梅父也调查过杜奕成，杜奕成洁身自好，20几岁了，没有小妾，更没有通房。就这样，梅映雪就嫁到杜家。洞房的时候，杜奕成就骗梅映雪说自己的命根子受了伤，让她保密。梅映雪还就相信了，替他隐瞒了这么多年，所有的恶名都由梅映雪背了。最近换了新手机，拍照清晰多了，大家买了新的，旧的都怎么处理？我那台苹果13找转转上门回收了1800多，他们家价格公道，打钱又快又干脆。现在转转不只收手机，就连运动相机这种摄影器材，还有 LV 包和腕表之类的奢侈品都能回收，趁着旧的还值钱，赶紧找转转回收就对了。梅映雪此刻再也控制不住，哭了出来，众人都吓了一跳，就怕被宋瑶瑶看出些什么来。呱呱，梅映雪怎么了？看来是饿狠了，现在能吃饱肚子，感动的哭了。杜夫人，你想吃糕点的话，我们再要几盘，保证管够，你不要哭了。梅映雪也知道自己失态了，冲宋瑶瑶点点头，不用了，小宋大人，只是糕点太好吃了。呱呱，现在杜奕成和刘旭还在一起吗？在，只是他们两人也不似从前那么亲密了。这几年里，杜奕成又像既往那座宅子里带了3个年轻的男子，个个姿色都不输于刘旭。这4人在杜奕成不在的时候，天天斗得热闹得很。这4个男人为了杜奕成，有必要这样吗？宿主，还有更炸裂的。刚开始这3个男人斗得你死我活，时间久了，这4人斗出感情来了，然后他们4人爱得你死我活。4人现在的心态就是让杜奕成养着他们4人，他们才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彼此相爱。这还真够炸的！现在杜奕成就是那4个男人的钱袋子，就是一个冤大头，哈哈哈哈！没错，这杜奕成为了遮盖自己的癖好，这么心安理得的毁了一个女子，真是没有心。你知道那4个男人所在宅子的地址吗？就在春柳胡同72号。等杜奕成再去春柳胡同的时候，去看看杜奕成的嘴脸。杜奕成现在就在春柳胡同，这还是大白天呢。呱呱，他们有没有蹦叉叉蹦叉叉？众人虽然不懂什么是蹦叉叉，但也猜得出来是什么意思。这小宋大人的新鲜词可真多。蹦叉叉也是人家蹦叉叉，你激动个什么劲？我这不是没见过吗？就想去见识见识，哪像你一个童子，什么都懂。宿主，我可不懂。不行，我现在就要去看。宋瑶瑶抬起头看着大家，茶点都吃得差不多了，咱们要不要去别的地方逛一逛？梅映雪第一个点头，她也想去看看事情的真相，是不是小宋大人说的那样？吃好了，咱们去别的地方逛逛也好。剩下几人也都点头同意了。了春柳胡同这边，宋瑶瑶还想着要怎么把大家引到72号去，结果就看到杜奕成从72号走了出来。映雪那边那位好像是你家相公。那确实是我相公。他怎么来这里了？梅映雪没有说话，就这么看着。只见杜奕成进了一家铺子，一盏茶的功夫就出来了，随后又回了72号。大家相视一眼，就跟了过去。大娘，你们知道这72号住的是什么人吗？几位大娘左右看了看，小姑娘，你还是少打听，这72号的人可乱得很。大娘，就和我们说说呗。我有一个亲戚很久没回家了，家里人特别着急，听人说他在春柳胡同出现过，我们就特地过来看一看。刚打听了一下，春柳胡同就这72号最神秘了，所以就想问一问。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告诉你们，你们可不能告诉别人。这话咋这么熟呢？府里的那些婆子们聊八卦的时候，好像经常就会说这么一句。大娘，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这里面住了4个男人，他们好像是那种关系，他们住在这里都好几年了，那种关系你们都懂吧？大娘，你怎么知道的？我就住这家隔壁，晚上动静那么大，我又不是聋子，怎么可能听不到？真的？这男人浪起来，算了，我和你们说这些干什么？对了，里面要是有你家的亲戚，一定带回去好好说教管管。宋瑶瑶点点头，旁边几个大娘也说，本来我们春柳胡同好好的，来了这么几个家伙，名声都被带坏了。梅映雪走到六王爷面前行了一礼。六王爷，可以叫你的人帮我把门打开吗？六王爷对着旁边的护卫点点头，护卫翻墙而入，从里面打开了院门，大家走了进去。你们是什么人？胆敢私闯民宅？梅映雪再也压抑不住怒火了。杜奕成，你个骗子！见过六王爷。其他4人也跟着走了出来，跪在了地上。六王爷没有说话，梅映雪冲上去
一下子就扑倒了杜一成，骑在他的身上打了起来。这么多年以来的委屈，全在这一刻爆发了出来。片刻后，梅映雪停手了。六王爷，臣妇要和离。六王爷还没有说话，杜一成就激动大喊：梅映雪，你休想！你不同意，那我就去官府告你骗婚。你明明喜欢男子，为了遮盖你的丑行才娶了我。这么多年，我至今还是处子之身，我背着不能孕育子嗣的名声，你娘又是怎么搓磨我的？你明明知道一切，却冷眼看着你娘折磨我，我倒要看看，这事传开了以后，你还怎么在京城待下去？梅映雪，你非要做的这么绝吗？杜奕成是我做的绝吗？明明是你做的绝，毁了我的一辈子，现在反而倒打一耙，咱们必须和离。随后，宋瑶瑶离开了小院，六王爷让护卫押着那4个男人，一并去了杜奕成府上。杜府又是一阵的兵荒马乱，宋瑶瑶他们也不能待在人家府上了，出了杜府。呱呱，你说梅映雪能顺利和离吗？我希望他们赶紧和离。梅映雪被杜一成给害惨了，今天出来逛街，心情真是不美丽。你们还要逛吗？众人都摇摇头，发生了刚才的事情，大家都无心再逛了，彼此告别以后就都回去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宋瑶瑶精神有些不济，昨晚看画本子有些入迷，又睡得晚了，今早差点又起不来，好困啊！这样下去肯定不行，要是被别人看到上班的时候消极怠工，那绝对不行。呱呱在吗？我困得不行了，抱个大瓜，要那种很炸裂的，让我一下子就能清醒的大瓜。炸裂的大瓜，我这里有的。朝臣们听到这个声音，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千万不要是自己的瓜，个个都紧张的要命。片刻后，呱呱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今天我们就吃尚书令的瓜。随着呱呱的声音落下，大家齐齐松了一口气，尚书令瞬间紧张了起来。赶紧说，尚书令郭怀玉，正二品，娶妻从二品左卫上将军丁有山的嫡女丁如兰，婚后两人生有一子两女，儿子郭弘轩，长女郭沐月，小女儿郭沐婷。后郭怀玉又抬了4房小妾进门，夫妻两人的感情也淡了下来。呱呱，你逗我玩呢？就这有什么炸裂的？宿主，我还没说完呢。我今天要说的就是郭怀玉的长子郭弘轩。郭弘轩在一次外出的时候，救了一位女子康佩仪，他对那个女子一见钟情，他在外面租了一个院子，把这个女子安排在里面，这个女子也就成了他的外室。那时候郭弘轩还没有成亲。这小子牛啊，正式夫人都没进门呢，就先搞出来一个外室。后来郭弘轩到了成亲的年纪，家里就开始给他张罗婚事。郭弘轩明确表示过自己不想成亲，自己已经有了喜欢的人。郭夫人调查后得知自己的儿子小年纪就养了外室，那个外室也已经有了身孕。郭大人一家肯定被气得够呛，哪个正经人家小年纪养外室不说，正式没进门，还让外室有了身孕，这要让别人知道了，都以为他们府里家风不正，他们府上的所有孩子怕是说亲都难了。后来郭大人就命人狠狠打了郭弘轩板子，郭弘轩3个月没有下床，等他能下床的时候，郭夫人就开始张罗郭弘轩的婚事。郭弘轩刚开始不愿意，他想娶的只有康佩仪。郭夫人命人抓了康佩仪，威胁郭弘轩，要是他执意想让康佩仪进门，那他们也只能让康佩仪消失在这个世上了。郭弘轩最后就妥协了。哎，这强扭的瓜肯定不甜，这郭弘轩的妻子有的最瘦了，